叨叨呢？这不是我直播间吗？你找他，你去他直播间。下午好。望着你慢慢离开。七月的风蓝蓝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闷闷的，一阵雨后雨下过。哦耶耶，气温发生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找近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静静说着，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了我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温柔软软的海风吹着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为什么你不在？为什么你会回来？从今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又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静静说着。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又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静静说着。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虽然只是转头不看我。不要特意说你还爱我，当看尽潮起潮落，只要你记得我。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不用难过，不用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你的表演，你的长处比较好，1个多小时，你的演出啥呀？看不懂。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自己写下的心事，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日记本里页页记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缠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冒的心里总是强求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事，把自己放在
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缠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冒的是你，总是强求起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冒的是你，总是强求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爱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正因为牵着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但你的欲望却是双人床。想看看你
模样，你收起来的伪装，你把它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坚决，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对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我们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正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对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同样皱着眉，却有孤单的体会。最近胖成大叔了，是不用上课学习导演了。我会躲起自己的宽容，情愿放逐每条背叛的线索，你的沉重喧闹的震耳欲聋，嘲笑我永远的词穷。我会清楚自己的堕落，放任爱情恶性循环的捉弄，你的温柔埋藏怎么的阴谋，怂恿我做困手指头。你要往前走，我也厌倦了再蹉跎，紧绑住的绿洲是残破的还是蜃楼？你真的要走，我还一厢情愿的奢求，光阴在荒芜的时空，不再前进的我。
你自己的成熟，压抑每个歇斯底里的念头。你的借口，浅薄的伤，跟烟头熄灭我最后的奢求。你能往前走，我也厌倦了再蹉跎。紧抱住的绿洲，是残破的还是蜃楼？你真的要走，我还一厢情愿的奢求。封印在荒芜的时候，放你向前走，我才看见爱的缺口。怀抱你的绿洲，是泪水灌溉的朦胧。现在只能够无视一厢情愿的倦容。封印在荒芜的时空，不能再爱的我。还以为哪个老年团主播，你妈死了，贱不贱你？是你妈死了，你心情不好吗？就有一些人把嘴贱呐当做这个，是你的招牌，是不是？你就是太贱了，你。哪儿出来的傻嘚儿啊？二把刀呢？二把刀，水，喝水。穿反了，穿反了，穿反了，学下。我又不出去，气压太大了，我想小。多大？脖子怎么了？脖子落枕了。啊，这都能看出来。脖子落枕了，你能看出来？
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那个弄那个是骨科什么的？我这落枕了2天了都。我贴不了膏药，我那个胶布过敏。遇见你的我，遇见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着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望着同样的问题，谁来等我？我在等着谁？谁来爱我？我在爱着谁？忘了你的我，忘了我的你，在不同的时光里，忘记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我，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同样询问着自己，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好眼熟，想不起来他是你爹，你爹你都不认识啊？
我好羡慕，羡慕你总是说的那么糊涂，模糊的对白只剩我在专注，我在解读，不让你来去自如，只是一种满足。你好顽固，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你的恍惚，不让我说苦就苦，你看得好满足。原来我们都是骗子，是无赖，验证了又不想说分开，只好在哪里的怪，多么不想待他，有多么不想傻傻的待，我们都习惯性的耍赖，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什么？重来。我好羡慕，羡慕你总是说的那么模糊，模糊的对白只剩我在专注，我在解读，不让你来去自如是一种满足。你好顽固，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你的恍惚，不让我说苦就苦，你看得好满足。原来我们都是骗子，是无赖，认真了又不想说分开，只好在哪里的怪，多么不想待他，有多么不想傻傻的待。又慢了。原来听诊器也能唱歌，我今天怎么了？我直播间里出现这么多傻逼，今天怎么回事？今天我就觉得嗓子也不舒服，耳朵也不舒服，直播间也不舒服，怎么这么多傻叉啊？小爱同学，打开空调，打开卧室空调。
打开客厅空调。好的。小爱同学。在。关闭卧室空调，打开客厅空调。小善，好的，帮你关闭了卧室的空调。惠州这2天下暴雨，你们能听见打雷声吗？我耳朵有点不舒服。1、2，哎，昨天落枕了，所以脖子也动不了。哦，这样，靠一会儿啊。我是因为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为啥呀？为啥呀？容易中风啊！好的。
12，好一点，12。所以你们千万别得中耳炎，中耳炎不舒服。你20年前就这么做的，到现在都没好。中风会有很严重的遗留问题吗？其实我没听过中风会有很严重的遗留问题啊，全瘫了，哎呦，OK， 我会注意的。我还行，但是没有发现。没有，是不是得总活动一下？落枕了，特别疼。我这第2天，估计明天就好了。冲凉水澡，我不会，我怕冷，我一般都不会冲凉水澡。我会冲特别热的，炸雷，咔，谢谢风一般送出的粉丝灯牌。看有没有消炎药可以吃一吃。这是消炎的吗？
头孢是吃一粒儿是吧？每次100毫克。是，头孢是吃一粒儿。好，我老婆在线，我老婆大雨天也要出去见人去。其实真的感情能长久，就是包容吧，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大雨好天的，非得只赶着雨大的时候跟别人就是私会，可能雷声比较大，然后能遮掩一些，对，恶劣天气谁也不会发觉。谁跟我说话？是我老婆微信上在证明她的清白吗？你要说点实话，她就坐不住了。不是，是我的妈咪。积水特别深，你是开车出去的吗？你们在马路边上干啥呀？好像漏水啊。我看看漏了多水，没漏。哦，真漏。是哪漏？确实是漏水。感觉是窗户那边漏，漏吧。等你回来收拾吧。我老婆呢？我老婆你问啥呀？你也知道是我老婆。我老婆跟别人幽会去了。他就知道我这个颈椎现在就是落枕了，所以不能去抓他去。原来
原来。鸡毛也是白羊吗？是吧？嗯。打字打不明白吗？在好奇的时候，你先把你的那个手脚利索了，打字都打不清楚，感觉你活不到我这个岁数。说了谁？那倒无所谓，我就说，沟通的前提是你得把字打清楚。哦，今天周一哦，不唱歌了吗？我今天耳朵有点不太舒服，让我歇会儿，等那个药效到了，因为我刚吃过药，等药效稍微起了一点儿，然后我就可以唱了，要不然我现在我听不清伴奏，我听不到自己的人声，听不清伴奏。再吃一个西瓜含片。现在年纪大了啊，自己找药吃。之前让我吃点药，这个费劲，这是褪黑素。西瓜霜。西瓜霜吃一个就行啊，是含的是吧？
哇，好难吃啊！味儿甜而心凉，含说每小时含化2至4片儿。6.6。睡一下绕，完了 LVL 的关注。小爱同学，播放旅行的意义。小爱同学，关闭音乐。小爱同学，在。小爱同学，我在。那屋的小爱同学响。怎么了？小爱同学，我在。关闭那屋的小爱同学。已关闭。小爱同学，小爱同学，闭嘴。小爱同学，播放旅行的意义。好的，小爱想陪你一起听会员歌曲徐佳莹的《旅行的意义》。小爱同学，在。大点声。
我想起你，在想到自己，我为什么在这场寂寞里怀念你？我明白，你的爱，它是心灵的关怀，更不怕像你曾是爱还是被爱。就算是真的明白，就算是你像最爱，更不怕，我宁愿去把你更相信爱。渐渐会消失，不想你最爱自己的回忆，没有你，我的
底下的发泡胶应该打点发泡胶了，这是渗水。外面下雨渗下来，而且它外边比里边要高，所以它往里渗水。正常的应该是这个边儿应该是往下流水的。来吧，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是买的房子。来吧，带大家参观一下买的房子。从头看啊。来吧，这就进屋了。这房子在惠阳，然后大概90多平，然后是38万6，首付8万6，然后贷了30万，然后这是一个入门。这是我们买的一个柜子，这个柜子花了1000多，1200多吧，然后是自己组装的。哎，不对吧？这是700多吧？然后这是1米6的柜子，1米6的柜子。然后这没有什么反弹器，这里边都是我们的拖鞋，我就特别爱买拖鞋。这门原来是其他颜色，然后让我们改了颜色，改的不好，也没有墙还没有刷。这2个绿植，这是它那个蛋白粉啥的。这柜子挺能装的，这个是2把刀装的柜子，这里边会放一些那个工具啊，这个开关啥的我都没安，这都是2把刀安的。然后紧接着这是一个餐桌的位置，这个餐桌是8人位的，对，餐桌是8人位的。这个餐桌是我别墅里边的餐桌，放在这儿吧，有一点点显得不太恰当，但是啥也不想添了，就是现在经济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大家都就差不多就完事儿了，能住就行。
这餐桌的位置，本来餐桌这个位置是放那冰箱的位置，但我觉得放在这儿有点那个有点窄吧，我这个冰箱比较大啊，然后我就放在这儿了。这个冰箱是400-500升的吧，然后双开门。这边是冷藏，这边是冷冻啊。反正就是如果说一家3口的话，这个够了。这个才1700块钱，就这个。它好像黑色更便宜啊，1级能耗。这个是海尔的 Leader 啊 ，Leader 领导者啊，1级能效啊。然后这个推拉门也是我们改的颜色，原来是这个颜色，那个猪肝红的颜色，然后我们改了一下颜色，这都没刷好，这个等那个所有墙面都重刷的时候再弄。然后这个是我们贴的膜，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什么北欧然后美式的那种，所以我就贴了这么个膜。这个膜主要起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因为刷这个漆没有做保护，就把这个漆就给它那个贴到里边去了，然后就整洁一点。对，然后就是有阳光的时候它是偏蓝色，没有阳光它是偏暗红色。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北向的，它这个是北向的啊，这是南向的窗户啊，南向的落地窗。其实这也是一个窗户，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是北向的一个推拉门，一个大窗户。然后这个是我买的纱帘，这个纱帘花了，哎呀我都忘了，我花钱其实不记得，这是做的一个纱帘。因为客厅就没有必要遮光了，我就不喜欢遮光。打开之后，这有个天堂鸟，不是天堂鸟，这叫龟背竹。然后这种了点小青菜，啊，辣椒，因为我特别爱吃辣椒。这是水萝卜，这都没长起来，就是这辣椒活了，其他的都没活。这有个热水器，然后这个朝向是偏小区里边，我们小区非常的小，大概1栋、2栋、3栋、4栋、5栋、6栋、8栋，然后你看就是特别小，小区特别小，绿化也就是南方绿化其实都挺好的，像我们这个小区就特别小嘛，所以它不是什么好小区，所以1平米才够3000多块钱，我买的2手。然后这阳台还挺大的，在这边喝个茶呀、抽个烟呐什么的还行啊。这阳台看完了，惠州。然后紧接着沙发，这个沙发是我也是别墅里边的，我给搬过来了。这个沙发叫就是那个叫，哎我都忘了，反正这个沙发，这个沙发跟普通的沙发不太一样，这个沙发是那个羽绒的，然后这个沙发吧就是本来是偏雪白色。然后就是因为我俩爱出汗，而且就是都不穿衣服就往这躺，所以变成了灰色。然后因为它是羽绒的嘛，所以它支撑力不是特别好。你看都做塌了。然后这个羽绒还有一点不好是什么呢？它这个羽绒往外扎，就它这羽绒往外飞，然后那个羽绒挺扎的慌的。所以说不建议大家买羽绒的，就消停呢就买那种便宜一点的沙发就行，不要买太贵的，买太贵的没啥用。
没有到包浆，但是确实是塌了。会不会热？不会热。但是我觉得沙发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买太贵，就是因为早晚得坏。没有一个沙发我就是除了那种就是特别贵的沙发，包括那种皮质的沙发，我觉得皮质的沙发也容易坏，所以看你自己了。然后这边有一个我自己画的画，抓大鹅啊，那个时候我比较迷恋抓大鹅，所以我就整了一个画啊。然后这边有一个落地灯，这个原本是那个非常常见的，这个小茶几原本是非常常见的那种猪肝红的那种木头的，然后把那个表面给它打磨了，就变成了一个田园风，要不然它底下那个木头就特别难看，搭配不自然，然后我就给它打磨了一下。这边有一个龟背竹，这个龟背竹其实就是我那个阳台上的龟背竹啊，科技布不行啊，科技布不行，不建议大家买科技布啊。然后这个龟背竹就是阳台上那个龟背竹，然后我截下来一块，然后用水培了，然后它能活，有的能活，有的不能活啊，这个也看运势。看它已经1个多月了，活下来了。这个也是别墅的那个茶几，这茶几很贵，你别看四四方方一个破茶几啊，这好像2-3千呢，就这一个破茶几啊，而且非常的容易脏，它这个容易渗色啊，容易渗色。然后这边是北向的阳台，这个也是买的纱帘，这个纱帘我记得挺便宜的，好像这两扇一共花了300块钱，就这两边吧，400块钱吧。哎，我花钱我其实都不记得。然后这是北向的阳台，这个户型我就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因为它是南北通透嘛，南北通透就是空气对流比较好，但是呢它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冲马路非常的吵。但是它北向阳台比南向阳台还要大。楼下是主干道，这边也可以抽烟，也可以喝茶啊，但是有点吵。然后这个洗衣机也是别墅的，然后这个洗衣机是烘干一体，不是烘干一套的，然后就非常便宜啊。这个好像才花5-6千块钱，没有往上升8000、1万的，5-6千块钱啊，是美的的，就很吵啊。你看关上它就好很多。然后我们这个楼层是在16楼，对，关上就好很多。然后这个空调是小米的，也是 Lader， 也是那个 Lader， 就是它出了一个系列 Lader 系列。这边是北向啊，这边是北向，那边是南向。然后这个空调好像花了6000块钱啊，落地的空调3匹的6000块钱啊，很高，16楼还好吧，因为我们16楼，然后2部电梯，一层是5户人家，还好。然后这个电视也是我们这次买的，是叫雷鸟威达，叫威达，威达，这个是75寸的，75寸的雷达，威达啊，是雷鸟啊。这个其实75寸呢，就是在这种横宽这么宽的这个客厅里边就刚刚好。但是其实我觉得电视越大越好，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什么太大了不适应之类的，这电视还是越大越好。而且电视可以弥补你要做的那个就是什么背景墙，没必要，背景墙没必要，你就整个电视我觉得挺实用的。现在就赚钱不容易，大家还是把钱花到刀刃上，房子住着舒服能住就行，没必要过度装修。后边就完全没有做什么背景墙。然后这个
这个电视柜也是我们那个上一任房东留下的，然后它的颜色也是不好看，然后我们刷了一个米白色，也刷的不是特别好，刷了好几遍，但是免费的嘛。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灯啊，这个灯好像是我都忘了，我就真的不计价啊。这个灯我比较满意，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灯，这个灯就有点北欧啊，北欧的那个风格，2000多吗？哦，北欧就是这很大，它很大，大概80，就是差不多1米的一个横宽吧，对，差不多1米，不到1米啊，8、9、10厘米我记得好像是啊，2000多啊，北欧，然后它可以变颜色，这结合你自己家里。然后这边还有个灯，这个餐厅灯好像是几百块，我也忘了几百块了。哎呦，我真的记忆力特别不好。对，这个是餐厅灯，吃饭用的啊。这个小椅子它不是小椅子，它是个泡脚桶。这是个泡脚桶。但是因为我没有泡脚的习惯，当时我给我妈妈买的，然后她也不泡，我也不泡。现在作为一个小椅子，泡脚桶。这个风扇是小米的，前任留下的。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垃圾桶，这个垃圾桶我觉得大家可以备一个吧。这垃圾桶我觉得还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垃圾桶它充电的，你要说有多好也没多好，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这垃圾桶好像，哎呦，我真不记。你问我价格，因为我是一个花钱没数的人，之前养成的习惯就是可能之前大手大脚习惯了。现在会心疼钱，但是我也记不住价格。这垃圾桶这么套上了啊，然后把它，它就给你吸的，它是有一点吸力的啊，它就会给你吸的比较板着，就方便你放东西啊。当然这个我没放好。再给你试一下啊，好，它就这样了啊。这个垃圾桶大家可以备一个，挺方便的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房间了，房间因为就现在就我俩住，我们也没整。这个屋是直播用的，这里边有个大镜子，那这个就属于一个客房，这个空调也是我之前别墅的啊，给它挪过来用了。然后这个管子藏在后边了啊，这个管子藏在后边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餐边柜，然后我就用在这儿了啊，用在这儿了。这个屋就是混响比较大，说话的时候有混响啊。然后这个镜子花了，哎呀，别问我，我真不知道花多少钱。反正这个镜子也挺好的，啊，大家，我觉得自己生活，特别是同性恋啊，我觉得你们就是备个大镜子挺好的啊，自拍用。我这手机壳是本来给小薇买的，但是没给小薇，因为那个走的比较匆忙，就没给小薇，就我自己用。然后这边是一个客位。为什么喘？因为我胖
这是一个客位啊，客位，然后这个也是贴了这个膜啊，就是让好看一点啊。这个是一个这个镜子，这里边可以放点那个杂物啊，杂物，香水啊，什么刮胡刀系列呀。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抽纸的地方，就可以放点那个洗脸巾，就可以在这抽，因为它这边是有一个口的啊，它这个还可以啊。然后呢，这个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个鼻毛器啊，鼻毛器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我买了4个，因为一开始这个东西它200多。然后我就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弄丢了，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用这个，因为鼻毛你得修理吧，对不对？鼻毛你肯定得修理。那我就总买总丢，我就买了4个，对，那俩又找不见了。现在这个49啊，49，大家自己去，就是比那个剪子好用。这个我觉得挺好用的，它不伤那个鼻子内部。49啊，49很好用啊，这个没电了。这个是那个放那个电池的。我觉得人手一个吧，你鼻毛你时常你得修一修啊。你要鼻毛不修的话，你出去形象不太好，而且鼻毛不修鼻子会痒啊。然后就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然后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芦荟胶就有的时候就是你皮肤受损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没多大用，但是你受损的时候你就是会舒服一点点，但我觉得其实用途不是特别大，就心理作用吧。你比如说你出去，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晒了一下啊，你敷一下会凉，就是肤感就是皮肤感觉会好一点啊。这个好像很多都是假的，这是啥呀？啊，这个是什么口？这不是我买的，这2把刀买了好几个这个大宝的淡斑精华，他又没有斑，他就很爱买大宝的啊。这好像没多少钱，20多块钱，50多块钱，不知道他买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剪头发的，因为有的时候头发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剪一下头发，40多。这个就是隆重介绍了啊，这个人手一个，这个跟鼻毛器就是人手要一个的啊。这个以后我会去你家里检查的，咱们必须人手一个的啊。鼻毛器就是你要注重自己的形象嘛。那这个冲牙器啊，这个是叫冲牙器。就比如说你牙缝里有一个，因为其实大家有的牙齿根部已经坏了，或者说就是牙缝比较大，都就经常塞牙，然后你用牙线也好，牙签也好，其实你抠不出来，你就用它。看这个冲力，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是拜耳的，这个要200多。拜耳是专门做那个冲牙器的，还有那个牙刷的一个东西啊，大家买一个。这我觉得一定大家要买的，要不然你，因为有的人刷牙刷的，就是我觉得刷牙刷的再干净也会残留一点，你用它再冲一下。而且真的有的时候牙线，你像我岁数大了用牙线也弄不特别干净，因为牙线有的时候就是它会有死角，你哪怕就是那个用牙线弄出血了也没什么用。这个是那个2把刀的那个工具，就是接到那个水龙头上的，好恶心啊！
这个是一个那个，这个是抓头发的，抓头发的，然后这个客位啊，它是那个，就是那个蹲坑的，啊，这客位是个蹲坑，啊，我也不知道它为啥设计蹲坑。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蹲坑，因为我蹲着拉不出来。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蹲坑真的很方便去清理。比如说你这边洗澡，然后流下来，然后你就直接这个水就到这个位置了，就很方便，很干净。这里边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贪便宜，会买很多个牙膏之类的，就在这里放一放。马桶不清理容易感染，你这不屁话呢？啊，这边就是我们这经常用的，这个是洗澡的，这个是洗头的，这个是洗脸的，这个是他的洗脸的，这个是我脂溢性皮炎犯的时候会用这个康王。其实我现在也经常会用康王啊。这个花洒啊，花了500-600块钱吧。花洒也挺好用的啊，这花洒有一个冲洗的一个功能，这个还挺好用的啊。这个就是拖布、洗澡，这个就是冲脚或做卫生的时候用的。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啊，冲一下还挺方便的。没有了，冲屁屁不行啊，冲屁屁那个有点水流有点大了。这屋就是杂物间，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客房啊。这我们的衣服，然后会有一些被子啊，有一些枕头之类的。这个不介绍了啊。衣服比较多，这个是用一点呢，也是一个灯，这个花了100多，还有200多。好奇怪的这个灯，当时在淘宝上看起来蛮洋气的，然后现在就不明白这个木头为啥这么长。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灯啊！然后紧接着这边是有一个整理的一个柜子啊，然后这边会有个台灯，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主灯，我喜欢点光源啊，我就喜欢用这种灯，因为我很喜欢住酒店，我喜欢酒店风，所以酒店的那个用品和灯具我都很喜欢，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然后这个斗柜也非常便宜，这个好像几百块钱吧。然后这个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是一个毛巾架也好，或者说那个就是穿过一次的衣服也好，就是它代替了沙发的作用，代替了椅子的作用，反正你穿一次的你就放在这儿就好了。然后这个窗帘不是我们的，这个窗帘是原来的房子的，我一直都没有买新窗帘啊，没有买新窗帘。斗柜啊，这个叫斗柜。然后这个飘窗也挺大的啊，我给大家拉开看看。哎呀妈！不住别墅了吧？又换房了，我就不能有2套房子吗？然后这飘窗其实挺大的啊，我平时我是总拉着，因为它距离会比较近一点，所以我就拉着，就是那什么，保护隐私嘛。
对，它其实飘窗很大，这个飘窗有2米，对，2米多啊，因为这个床2米的，飘窗很大啊。然后这个床呢也是非常便宜，500多块钱，500-600块钱，1.8米的一个床。这个呢推荐给所有人啊，躺在床上可以看看手机，一个支架啊。但是呢，这个支架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总容易掉啊，这一块它总容易掉，然后就是把我的脚砸黑了。就是它垂直，就是我拿着它，然后走路，然后垂直砸到脚上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总掉，它砸黑了，疼了半个月吧。对，我心想，因为它这边是刚刚好的，是一个，它是直着砸下来的，是这个位置。如果说砸的再狠一点，我脚趾头会掉下来。啊，就是它这么细啊，如果高度够高的话，它砸到脚趾头，如果说你是直着砸下来，我这个就是直着砸下来的，这很容易把脚趾头砸掉，就它直接血下来，这个超级危险啊！这个大家不要拿着可拿走，你就插在这个床边上就好啊。你看它这个，你看它就掉了，很容易啊，这大家小心一点。或者说大家买平替板啊，买平替板啊，很危险。对，很危险，大家千万要注意啊。然后这个是那个床头，这个是自己买的一个床头，就大概100多块钱。这个床头有一点点不好，就是你买回来之后会有很重的味道，你要放个半个月左右你才能用。它有一种很重的那种焦味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就大家，我觉得出租房的话，大家可以备一个，因为有的其实它床头非常的硬，就是有的那个硬板床头它不舒服，可以买一个这个啊。然后我们的枕头都是那种记忆枕。因为我们可能习惯睡高枕，都是记忆枕。我这个是什么雅朵星球的啊，但是我这个可能是山寨的，好像才100多块钱，人家好像正品要300多啊。记忆枕啊，然后紧接着呢，卫生间，主卧还有一个卫生间啊。它这个也是贴了膜，但是这个还有一点不好，就是早上的时候，如果说天亮的比较早的话，这个是透光的，这个就是会影响睡眠啊，影响睡眠。然后这个主卧的这个卫生间也很大，它洗澡特别宽啊，特别宽敞啊。这个是买的一个马桶，500多块钱，500多块钱的一个马桶。因为一开始其实我考虑的是老人他可能需要电动马桶，但是电动马桶可能容易坏啊，我就没有弄电动马桶啊。然后这边也有一个花洒，这个花洒其实比那个要贵一点儿啊，这个花洒要比那个要贵一点儿，但是呢，这个花洒力量就是水的力量没有那个高啊，就我那个水流很冲，这个不是特别冲。然后它这个多了一个什么功能？多了一个，好像是，哎呦，反正就这边可以冲腰啊，对，冲腰，在侧边啊，在侧边，嗨，啊，它这个是可以冲腰的啊，对，
这个也是几百块钱吧，不超800块钱吧。哎，有这么贵吗？磨砂窗户看外边人影，我跟二把刀就喜欢被别人看。二把刀变态，他就喜欢被别人看。我是看心情。二把刀很变态的啊。然后这边呢，就是它这个主卧的卫生间很宽啊，洗澡啊能占3个我，能占3个我。然后它就是这边是个马桶，然后这个是二把刀买的一个洗手盆啊，就是洗脸盆，非常的丑。我说这玩意儿没必要那么贵，这个好像他花了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买一个，把这个管子都露在外边，而且就是塑料感满满。这是我让他买的，他就买成这样了，200，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200的啊，这个200的就是一个，就200是什么呢？200是这个盆儿加上这个管儿，这个水龙头是我自己配的啊，这个水龙头是我自己配的，这个窗户也不是也是原来带的这个是200，然后大家还记得这个吗？这个是我买的，这个整套是它加它270多，就是如果说让你们买，你们会买哪个？这个它加水龙头加它是270多。然后他买这个是200，这是我让他买的，对，他还总觉得说我不让他买东西，他就是不太会买东西，对。然后这个水龙头是我单独买的，好像花了，这个水龙头好像都比我这个洗脸盆要贵，对，它是一个可以冲脸的。对，它可以改变，对，好像就是机械臂，就是网上就是那种什么金属的那种声音，它这果然有。对，这个其实推荐大家买，这个好像是270多还是210多啊，这还是蛮好的啊。好，这个就是卧室啊，这个主卧其实不是特别大，这个主卧它不是特别大，因为后期可能这一整面都做成那个衣柜了就可能这空间上就会吃掉很多空间然后这边是墙皮掉落，是因为之前的空调，就是之前老空调它有点那个漏水，所以就把这个墙皮子给弄掉了。这个不是说墙面漏水，是空调之前漏水。那我们现在换了新空调，就不再会漏了啊。这就是主卧，次卧，客卫，3室2卫南北通，2个阳台。接下来我们要看厨房。厨房有一点点不好的就是门对门，其实这个不太好。我就想着说这边加一个隔断，但是可能家里人会觉得没必要，但是可能真的门对门风水不太好，所以我在这边加了一个餐桌嘛，想着弱化一下。来，紧接着我们来厨房不大不小，刚刚好
如果说是一家5口的话够用，人再多的话我觉得就不够用了。这个厨房是黑色的啊，然后这都是我们贴的皮，就是贴的那个粘的那个纸啊，你看这都就是不太自然，2个颜色啊。为什么我不都贴白的呢？因为白的稍微贴不好的话会特别明显，贴不好。然后这边有一个窗户啊，有一个窗户。这个水龙头也是我新换的，这个水龙头也没有多大，但是由双槽变成大单槽了。2个双炉灶啊，就是双炉灶的啊。这个应该是荣仕达，200多块钱好像是。哎呀，你别问我价格，我真的记不清。来，这是二把刀干的活啊！你说二把刀天天给我干活，就是二把刀，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不是吐槽啊，我就真的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锅是这样的？这个锅底下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二把刀，你还有脸在那块健身？看看它底下是什么啊？照料。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就它是捞面条的，你为什么放在这儿？你能不能就是别给我惊喜？就是他经常会干这种事儿啊，这是捞面条的，你都不记得怎么放，就是你经常干这种事儿，我没有办法跟你计较。对，你是怕我找不到他是吧？还是怕我找到他？然后这有2个锅，推荐这个锅啊，这个锅是涂层锅，但是它不粘。这个呢是铁锅生锈啊，你们自己选。反正我会觉得说生锈的锅我真的用不了啊，涂层锅哪怕它涂层我也得用。然后这边是单独做的，因为之前这边是放冰箱的位置啊，你没看它2个颜色不一样。原本这边是没有柜子的，然后这边是放一个冰箱，双开门冰箱，但是我这个冰箱的厚度太厚了，如果说放在这儿的话会减少空间，所以呢我把冰箱挪出去了，而且这边是没有电源的，如果我把冰箱放在这儿的话，我还要重新开槽一个电源，所以我没把冰箱放在就是没把冰箱放在厨房里边，我在这边做了一个柜子，这个柜子500多加上100多的安装费，也就是600多，加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柜子，橱柜啊，这里边能储物，然后是纯白色，用着还可以啊，就增加了操作台的面积啊，纯白色。但是它俩搭配起来呢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将就用吧。然后这个是面板啊，我买了一块大面板，结果面板太大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抽烟机，这个抽烟机康佳的，好像才400-500块钱，康佳的400-500块钱。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抽烟机你再牛逼，你也只是一个抽油烟机。我有的什么方太的什么什么，好像2000多几千多，那个燃气灶很贵的那种，我不建议啊。我觉得它的功能性就是一个排烟扇，就是一个风扇，然后把烟吸进去，从这个管道一直吸到这个烟管，这个是烟管。所以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500块钱 OK 了，然后这个300块钱 OK 了，那我这加起来800块钱，但是我这里边又多出100多，大家知道是什么钱吗？就是
我多出100多，大家知道是什么钱吗？好，我不让大家猜了，因为大家猜不到。我多出100多是这个遮罩。哎，其实呢，这个抽烟机它没有这个遮罩，也就是说这个抽烟机它会把那个就是烟的那个就是管露在外边，非常的丑。我为了遮丑，我花140块做了这个铁皮遮罩。如果说你家厨房也是这个抽油烟机的那个管外露，显得很不高级的话，建议大家用这个方式，140块能让它显得就是高级一点，然后干净一点，然后就把那个管子遮丑。这个在网上自己就是有专门做的这种啊，你们自己去搜啊，因为正常的老一辈的其实他们就喜欢就是说简简单单嘛，那个管子露在外边也无所谓，这个直接到顶的啊，直接到顶的100，就是我这个比一般的要高一些，140块，自己去搜。它会有很多材质，比如说我这个是哑光的，你可以选这个亮面的啊，你就像这种亮面都可以。哎，好了，整个的介绍完了。这个房子是位于惠州惠阳万达附近的一个楼龄大概在18、19年的一个16楼南北通的一个房子，面积是应该是在90多，应该是在90多，3房2卫。小爱同学，关闭。好，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2手房，对，这么大才90，反正它房产证面积好像是90多，好像实际好像还没有90呢，80多吧。我最喜欢的它点就是楼层不错，16楼其实不高不低，而且是独门独户啊，独门独户，它又是南北通。其实在惠州的话，夏天是非常热的，但是呢在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这边几乎没有春秋，大概在冬天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凉快的时候，你把这个串堂风一打开，你屋里就不用开空调啊。但是这边的夏天确实是长，几乎有8个月的夏天。这个主卧它也是南北对流的啊，主卧它也是南北对流的。其实按照我，如果说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住的话，因为这个房子我是买给我妈妈住的，因为我妈妈其实她腿脚有点不好，她需要电梯房。如果说这是让我住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房间挪一半给这个房间，就是我可能这边我会做一个衣帽间，然后把到窗户这个位置给这个房间，我就把它3室变成2室啊，这样就会给它一个衣帽间，这样就显得大一些。因为这屋其实做一个衣柜以后的话，空间没有那么大了啊。这个就是我花了38.6万买的一个房子啊，贷款了30万，贷款30万，贷了30年，每个月还1500啊，每个月还1500。在惠州这样的房子租也能租1500啊，也就等于就是说什么呢？我就等于就是，如果我租房子，那我还不如买下来，对。而且它这边稍微方便一点，就是这个小区它900米和1000米2个商场，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商场，叫五月，看没看见？这是一个叫五月广场，是一个大商场。好，这个位置它是万达广场啊。万达广场的牌子大家能看见吗？放大不了了，就这个万达广场，就是它比较方便。这个房子其实我们一是没有做柜子，二是没有刷那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其实还是要刷一刷的。然后我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38.6万嘛，然后现在估计能卖50万，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房子一开始我们就会觉得说太便宜了。对于我来讲的话，这个房子可能是卖50万左右的，然后当时他说38.6万就卖，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个房子有问题，但是住到现在没什么问题，而且就是现在能卖50多万啊，而且周围的房价就是这个房价啊。我们是在2月份买的，然后现在6月份，基本上只做了软装，没有做硬装。老人房是因为这个其实算是给我妈妈买的。整个的软装大概加起来2万块钱吧，啊，软装加上这些电器大概2万多块钱，达到一个入住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你要是现场来看的话，其实我这个房子墙面确实是有一点点脏，比如说这个墙面有脏脏的，看它这个就是之前的家具的这个痕迹。而且这个房子之前它不是3500，对，3500人家还不愿意刷啊，3500人不愿意刷，因为我这个房子吧，其实你的东西都放在这儿了，人家得做防护，所以人3500不愿意刷。就你要找立邦啊、啄木鸟的那种正规的，那你可能会在6000块左右啊，他给你做的非常好。但是3500不，可能人家不愿意刷啊。没有柜子，对，没有柜子，现在没有打柜子。如果说打柜子再刷墙的话，可能还要1万多。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住着还好，等我妈妈住的时候，我再给她弄吧。我自己就先这么住吧，因为这个房子可能我们就住几个月，然后让我妈妈来住，然后我们去住。可能是租房子，可能是住别墅，别墅如果我们都不住的话，别墅我打算卖掉，因为其实现在2个房贷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很多。我现在2个房贷加起来，因为那个房贷大概是2600多，这个房贷大概是1500多，加起来4000多块钱，4500左右吧，然后再加上物业费，我这个房子的物业费才150-160块钱啊，150-160块钱。那个房子也很便宜，那个房子的物业费大概500块钱。但是因为惠州电费很贵，因为其实天气很热，你不开空调，其实你整个人受不了，所以两边的生活费用我觉得可能要到1000块1000块，水费、电费、燃气费可能两边要1000块，
那整个的2个房子的费用你就算嘛，4500块的房贷加上700块的物业费，这就是5200了，然后再加上1000块的生活费用，6200，就我2个房子现在的生活成本是6200啊，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我也很，我直播间我不太说谎话，因为之前那个别墅是跟前任一起住的，其实我现在再回去住的话，而且跟现任去住的话，其实心里会有一点点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回去因为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是还爱掰它，不是这么说的，是因为跟前任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而且那个房子其实就等于我和我前任一起装出来的。我试过回去住，非常非常不适应，然后就打算卖掉，而且卖掉可能我跟2把刀可能就去租房子也好，我们想去租一个农村，然后可以养养鸡、养养羊、牛之类的，我很向往这种大院，然后没必要住别墅，对吧？我就住别墅，因为我那个别墅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我那个别墅其实邻居与邻居的距离很近，对，我们是一直打算在租那个大院，然后现在也没有租到特别好的，因为其实现在经济就是不好，别墅卖会不会赔钱？现在卖是不赚不赔，对，现在卖是不赚不赔因为我们是了解到市场价了，然后现在就因为别墅来讲的话，别墅是保值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别墅，因为国家现在不批别墅了，就是不批别墅用来盖别墅的地了，所以别墅哪怕就是30年的别墅，它也比楼房要保值，因为它可以改嘛，它可以就是那个拆了重再建嘛，这个都可以的就是所以现在别墅是不赚不赔不赚不赔。去昆明买房，我们去过昆明，然后我们会觉得昆明的海拔有点高，然后身体会不舒服对，赔了30万，因为楼房是这样我之前的楼房，我2套深圳的公寓加上惠州的一套房子，我大概赔了100多万，100多万。但是我现在买的东西就不赔了，因为已经差不多到底了，所以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赔不赔其实是老天去决定的，不是说你决定的，因为谁能想到呢，对不对？这些东西谁都想不到，所以对我来讲的话，赔和赚真的不是特别重要，对，就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买这个东西你就享受了，你不买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就是别墅也是这么回事。那我当时我就一直没住过别墅，我就向往别墅，但其实买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哪怕是别墅也没有隐私，除非你买那种庄园级别的，你会有隐私，但是庄园级别的别墅可能生活又不便利，所以别墅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好，然后也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我觉得别墅是你到40、50岁、50、60岁的时候，你心静下来，你整个人是不再被外界干扰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独栋的一个别墅，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因为我们住别墅的经验是会觉得说，别墅如果和邻居过于近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乐趣你在别墅里边，就是你在那种
那种别墅里边，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做到养鸡养鸭啊，你没有办法做到养鸡养鸭，你可能你想养点什么东西，可能就被别人投诉了啊，因为养鸡养鸭其实它会有叫声嘛，或者说有粪便嘛，对不对？100平我一天收拾不过来啊，我们不用收拾，因为我们其实家里不是特别脏。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房子越大越不用收拾，因为没有那么脏，会有自己的空间，鬼哭狼嚎也没人听见，鬼哭狼嚎会有人听见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以为独栋可能会生活便利，其实不是，还是会吵还是会吵。对，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买庄园级的，可能你院子有1000平方，或者说500平方，500平方其实也不能隔绝声音。1000平方的院子你才可以就是说做到不扰民，别人也扰不到你，你也扰不到别人。所以1000平方的这个别墅其实蛮贵的啊。其实房间大了其实不会特别脏，其实真正的房间脏是因为房间小，房间小，所以你才会觉得脏。房间大了你会觉得说很空，哪怕乱一点儿都没有那么明显啊。海南是最舒服的，我觉得惠州挺舒服的，就是惠州是我住过这么多城市，我觉得挺舒服的，特别是冬天。你像海南的话，我觉得消费有点高，我说实在的，海南可能因为它是旅游城市，它消费其实并不平价，但是惠州挺好的，但是呢，惠州还是会有一点点热，那我觉得惠州挺好的，但是惠州可能吃的没有那么顺口，但是惠州其实有一点好的，就是惠州本来大家会觉得说惠州在雨季的时候会非常的潮湿，没有。我现在如果说如果我家要是潮湿的话，我皮肤不会爆皮，我现在会起皮，因为它太干了。我到现在我都没觉得我家里有任何的潮湿，没有，因为你楼层稍微高一点你就能感受到了。相反的是什么？重庆可能说更潮湿，没有，广东不是很潮，就是如果说你楼层买的对了，其实不潮啊，而且会很干。我亲身体验啊，因为我在这儿住了将近5年的时间，可能你买1楼确实有点潮，但是1楼也没有那么潮啊。因为其实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我自己的小心得啊。你买老小区的1层，你首先要看它那个就是楼，就是这个楼跟地面它是不是有一个抬高的一个操作。如果说你的1楼如果说要有抬高，可能就会好很多。第二点，如果说你是1楼，然后你们负1楼是地下停车场，你这个1楼也不潮，能明白不？就是如果说你地下是停车场，你不怕啊，你不怕。但是如果说是老小区的话，会有一点点潮，但是也没多潮。我真的，因为我住过其他城市啊，其他城市真的好潮，起码墙角不会发生起皮啊什么反碱啊，我
我住了1楼，我也住过几次1楼，我没有觉得，没有觉得，而且就是你像买1楼的话，你要买南北对流、风对流的户型就不潮啊。楼顶的话，我觉得楼顶确实会有问题，就是我其实建议大家就是说避开2楼和一定要避开2楼，2楼会反那个下水道，2楼会反下水道，然后楼顶的话，其实据说现在的顶楼不太会漏水了，据说现在的楼顶不太会漏水了，但是如果你买到的房子的开发商可能他没有那么良心的话，可能也会漏水。如果漏水的话，你想想，如果说你家里装的非常好的话，然后突然漏水了，你在那块补，你心情是非常烦的。而且漏水这个东西其实比较难处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买顶层，而且顶层其实也不建议大家买太高层。如果说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买11层的小高层。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香港也好，包括深圳也好，会出现失火的一个状态，火是往上走的。那如果说楼层特别高的话，你的救生、逃生，还有那个灭火的一些东西，其实到不了太高层，火是往上窜的。所以如果说你在楼上的话，真的不太好。我建议大家买10几层，可能11层的那种小高层是最好的啊。现在是越高层越不保值，越廉价。相反的是，越矮的房子越值钱啊。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嘛。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人就是会私信我说，你买房子会不会，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真的要看个人。就是你真的需要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眼儿，其实买房挺好的。看你自己。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你想逃离出你本来的家庭，然后你又不想租房子，那你买一个没问题。但如果说你就是想跟风，你觉得说现在炒房没必要，因为我觉得房价可能涨不了多少，甚至还会小幅度的往下降，但是降不了多少了。而且买房子其实我真心觉得，所有买房子的人，拥有房子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个钱就值了，并不是说它涨啊，或者说降啊，它就值啊。我觉得是你拥有的那一刻，这个是专属于你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说，这个钱花到位了。就好比说，可能我去吃一个漂亮餐，其实没多大用处，但是当我吃到那一刻，我就体验到了，这个是我觉得真实的一个感受，并不是说它性价比怎么样，没必要。现在是现金为王的时代，那现金为王，我真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每一年都检查身体吗？你们每一年都检查身体吗？你们能确保自己哪怕检查身体的之后，你依然会确定自己还能活多少年吗？如果说是小额的去取悦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对，其实我真心就觉得说，特别是你在40、50岁、30、40岁的时候，你有能力去支配自己的钱的时候，你小来小去的去取悦自己，没错。相反的，别太节省，然后太节省的话，你人生是没乐趣的。哪怕这个钱花的不对了，就像爱情一样，哪怕这段感情让你受伤了，但是它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体验，你不能够怕受伤，然后你不敢去谈恋爱。
所以我觉得买房子也好，买车也好，量力而行，但是是时候取悦一下自己，因为人不容易，而且你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来啊！你辛辛苦苦攒一辈子，然后这个钱可能，对不对？可能你死了之后给你父母用了，或者说给谁用了之类的啊。对，就这也别花的太夸张啊，也别花的太夸张，你没什么用啊，你没什么用。但是就是特别是房子这种东西啊，就我是金牛座，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房子，没有其他，我真的没有其他。我觉得房子是我的底气，钱不是，房子是，因为我太需要家庭了，我太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金牛座是这样，钱买不到幸福，房子可以。对，所以买房子是看自己啊，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啊。然后现在有一个风向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开始买老破小了。我其实也挺建议大家开始买老破小，但是买老破小其实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买老破小的人2点，大多数是2点。第一点呢是性价比。老破小它又在市中心，生活方便便利，出租也 OK， 然后还可以进行改造。但是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所有的老小区都可以改造啊。比如说你这个小区80年代的小区，那你可能砸这个墙的时候，可能物业就不同意，那你一定要问清楚。如果说不同意砸的话，别买。我建议大家买20年的房子就可以了，买30年的，如果说它真的很便宜，性价比很高，然后真的还不错的话，大家可以买。但是其实20多年就是00几年的房子，我就建议大家可以买啊。但是90年代的房子好像很多的都不可以改造了。你比如说你把就是家里的一个墙砸掉，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危房，你砸掉的话，你可能对整栋楼都不太好，或者说对楼上也不太好，那你可能就你买到手人告诉你不能砸，物业会阻止，那就毁了啊。所以说大家自己去甄别能不能砸这个事儿啊。但是其实我是有想法去买老破小的，老破小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是打算把别墅卖掉，然后去买老破小的人。老公饿不饿？老公不是特别饿，但是可以吃。但是你现在吃的话，可能晚上的时候还要吃。你自己吃吧，我晚上再吃。谢谢嘻嘻哈哈，嘻嘻嘻哈哈哈。那你去，好啊好啊好。点到家吧。所以不要听别人说，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不买房的都赚了，你赚个屁
就是我真的就会觉得说，有一些观点我会觉得说好奇怪啊。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哎，现在不买房子的人都赚了，因为没有亏。我心想这是什么什么歪理啊？你没有房子，你是没亏，但是你也没体验过。我其实这几年我买了很多车，很多房子，但我都会卖掉。就是我是很喜欢体验的，哪怕亏钱，我都不心疼。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说没有所谓的亏钱，就是你所有的车房你都体验过，你都享受到了，无论是好的不好的，其实你这个东西是就是你听别人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就无论说这个车好像卖的时候亏了多少钱，我不觉得，我是 ENTP， ENTP， 所以大家放肆的去折腾吧，别听别人。我是 ENTP， 对啊，我是表面 E 人，其实我挺 I 的，因为我是时常会比较自信，然后又有一点自卑的一个人，所以，对，就是我面对一些我驾驭不了的东西，我就变成 I 人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我很擅长的，我就变成 E 人。没计划，我出去旅游没计划，然后生活的话，我现在生活其实渐渐的也没计划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计划着生活很痛苦，然后我会觉得说，你大概心里有一个方向就好，你别精算到每一步，你精算到每一步，你会失望，然后你会把自己弄得很沉重啊。所以我现在我就说，那我的未来方向可能是我想有一个庄园级的别墅，那可能我就会稍微的为这个努力一下，但是不强求啊，不强求。之前会想的很多啊，之前得有金牛座。我金牛座，我之前我会想的很多啊，没什么用啊，你想那么多，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事与愿违啊，事与愿违，就是。但是，我觉得还算好的点就是，我现在计划的一些东西我都能去完成，但是其实整个就是完成的过程其实很痛苦，所以你要看值不值。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觉得人还是要奔事业，但是其实你奔事业的过程当中，你就会错失很多爱情。你甚至会拒绝很多爱情，你甚至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就是为了事业你不能要爱情，但是创业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孤独痛苦的。如果说身边再没有一个人陪伴你，你不知道你奋斗的方向，你奋斗的尽头是什么。现在 AI 太强了，最近看几个作品，感觉几年内就能成熟。是的，我最近也在看 AI， 那就是网上有人说 AI 永远做不到人的细节化的表情，其实 AI 能做到。有的人说
AI 代替不了真人，做不到那种细节，其实是能做到的啊。所以就是 AI 不容小觑啊，但是会发展成什么样，其实谁也不知道。对，其实 AI 有一些表情，因为它发展是很迅速的，它是很迅速的，你可能你今天做不到，可能明天突然就能做到。而且我觉得，之所以 AI 做不到人的细节，是因为操作的那个人没有太较真儿，只要操作的人去较真儿，去反复的生成，反复的去确定自己的标准，那我觉得 AI 完完全全能做到啊。所以 AI 剧我也看了，就是有个叫《哪吒后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哪吒后传我觉得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哪吒后传可以去看。相反的，我觉得你看，因为大家其实看多了 AI 之后，会影响到大家的审美。最近《凡人修仙传》开始重播了嘛？大概是前2天已经开始重播，就是开始就是那个继续的更新下去了。但最新的2集的评价不是特别高。我觉得并不是说凡人剧组他做的不好了，是因为大家的标准和审美都在进化，他们会觉得 AI 做的可能比特效还要恢宏啊，所以你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你这个东西就大家的就是认知、见识已经在迅速的在那叫进化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期待太高了，是有点问题。我不觉得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允许有质疑声嘛。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制作方，我觉得凡人他已经是国内做的最好的一家了。为什么大家会挑剔呢？因为可能大家不了解这个制作的过程有多难。观众永远是观众哪怕他做不到，他去挑剔。但因为我自己制作剧，我知道制作剧有多难，他现在的标准已经是最高的标准。只不过就好比你是一个人，你的能力有限，但是在别人的视角里边，你可以做得更好，能明白不？就是其实他本人已经很用力了，很努力的去做他自己了，但是旁观者会觉得说你可以做得更好，就是这样。他抛开了人的能力范围之外了，他会觉得你应该，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道德绑架。我会觉得凡人就是他这样的改编和他现在呈现的这个内容已经很好，已经是最好的了。就好比我们在做剧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网剧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会对我们有很多的高要求会有很多的高要求，但是他可能就是观众可能就不去考虑说你的制作成本是多少。我可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影视作品如果你的预算够的话，它可以做到更好，最好但是如果说就是
制作经费如果不够的话，他可能就做得马马虎虎。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达不到的东西，我们花钱去请别人，能明白不？就是你们真的能懂吗？就是说，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会做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能力有限。如果说我们的经费比较够的话，那我们去找专业的团队去做，或者说找牛逼的人来把我们的剧做得很好，这是可以做到的啊。但是前提是你没钱。很简单，我们现在演员演技不好，那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演员，或者说又符合熊圈审美又专业的演员。比如说我们可以找胡军啊，我们可以找赵文轩，我们可以找那个翟子路，只要你钱到位。但是我没这个钱，所以我们就做不到又符合大家就是审美，然后又能够演技很好的。对，所以就会出现就是说，哎，这个人长得这么丑，他为什么是主角？或者说这个人演的挺好，但是他长得怎么这么恶心？或者说他长得挺好看，演技太差了，就是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得用钱去砸这个事儿，我们才能做到极致。比如说二把刀笑起来比较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二把刀更系统的去学习一下，再来演？那这个就需要钱，因为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就包括就是我评论区，不是我私信里边，今天有一个人问我说，你们综艺节目做了吗？我看了一眼，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就是需要钱，真金白银，影视行业就是真金白银。拍一部剧要多少钱？拍一部剧像绿豆的话，可能50万，可能要把我们累得要死。50万其实就是标准的一部网剧的话啊，标准的一部网剧大概是在200万左右。但是因为我很多的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做，我都可以自己做，那我可能控制在50万左右，包括我的演员就是大家不收费，我的剧本自己写，我的影视剧我自己创作，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那你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操作。谢谢这个嘻嘻嘻哈哈哈。可能像那个义务赞课，他们一集的制作成本可能是10万块钱，他们如果拍20集的话就是200万。义务赞课大家看过吧？他们好像一集的制作成本就是10万块钱。那其实而且那个是在10年前的制作成本，现在可能10万打不住。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做的已经算是还可以，对，我觉得他们能做到《爱情公寓》的那个标准了，已经差不多了。爱情公寓我觉得他们的制作成本也不会很高，室内情景剧会比较便宜一些。当然你要说像那种一部正常的电视剧的话，像央视的标准的话，可能会在2000万左右，我自己估计可能是在2000万左右。所以标准，对，想想怎么变现吧。我真的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看不看马斯克吧，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特斯拉的那个 CEO 嘛，现在是全世界首富嘛，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大家现在不要想着怎么去赚钱，怎么去变现，应该想着是怎么去解决问题，解决客户的问题。这个观点其实我非常认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卖的是商品，无论说你的影视剧也好，包括你的扳手、你的尺子、你的钢笔，其实我们卖的都是商品。但是你单靠这个商品去赚利润，其实赚不了。明白不？因为现在太多的竞争了，而且大家这个利润其实是没有多少利润的，因为你现在就是在挣口碑，你就是在脱颖而出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可能既赚钱你又能脱颖而出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用过滴滴，包括大家都坐过地铁，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地铁也不赚钱，滴滴也不赚钱，但他为什么还要去做呢？他为什么还做呀？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你就单纯的卖地铁票能赚钱吗？不能。他为什么还在做呢？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去考虑的范围，就是你们说的，说我做了一部剧，然后我就把它卖出去，然后赚回来，或者说赚出一部分利润，这个是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做不到的。现在的社会基本上都是一个操作，就是你亏，你先亏吧，并不是说现在所有人都是先亏钱才能赚钱，不是。其实你的方向就不是只给，我怎么给大家解释的？比如说那个华谊兄弟啊，他现在已经亏，他现在公司可能面临倒闭了。当然，华谊兄弟是因为老板亏钱才倒闭的吗？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如果说不能思考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讲再多，其实大家都不太懂。现在就不是说我卖商品、赚利润的一个时代了，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可能是小生意，你可能在卖盒饭，或者说在那个学校前面卖小食品那你用这个思维是没错的。你开了一个食杂店，你开了一个超市，这个思维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是做企业、做品牌，你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我没办法解释。其实我说了，大家也不能理解，而且这些东西说了不太好但你就说我做这个剧我赚钱吗？我赚，我赚，但我赚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钱我很多侧面的钱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可能会亏钱，我自己先垫钱，然后我做了一部剧，但是别人认识我了，我可能就会拿到投资，也不是投资，那叫赞助，我可能拿到赞助，这是一种赚钱的方式明白不？所以就这个东西也是赚钱。那你要说赚钱吗？它是赚钱吗？它不是赚钱，但它又是赚钱这东西大家想象不明白，因为大家还没有到这个，因为大家还处于一个打工的一个阶段，处于一个上班的一个阶段，那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创业的阶段挺绕的，挺绕的。那你不是这个岗位的人，你就
理解不了这个岗位的事儿啊。我看你说过，你有很多粉丝也比较实力，愿意执行。非常简单的例子，《凡人修仙传》，它赚钱吗？《凡人修仙传》赚钱吗？你们算一笔账嘛？你们算一笔账，就是《凡人修仙传》它赚不赚钱？《凡人修仙传》它怎么盈利呢？《凡人修仙传》它盈不盈利？怎么盈利的？考验你们的动脑啊！《凡人修仙传》我们按照常理来讲的话，《凡人修仙传》看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开一个 VIP 就能看了。但是得有多少 VIP 能赚回来这个钱呢？啊，有的说靠那个周边联动，靠那个广告，那能赚回来吗？据说《凡人修仙传》的一集的制作成本是在100万，你们觉得能赚回来吗？你们就思考一个，就是如果说啊，《凡人修仙传》的制作成本现在是100万一集，现在有100多集了，现在有100多集了。然后就靠什么周边，靠广告，靠那个开会员，他能赚回来吗？大家想一想，能不能赚回来？如果大家想明白这个事儿，大家就知道，就是说，拍剧靠什么赚钱了？而且《凡人修仙传》好像是每集的制作成本好像都是有人在出钱，啊，有人在出钱，是粉丝在出钱，而且是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金主，然后《凡人修仙传》那个金主给他设立了一个原创的剧情，叫金魁大长老。靠众筹，你真的太高看众筹了。众筹，每个人，我就这么说，《凡人修仙传》的这个粉丝，一个人就哪怕是100万的粉丝，一个人出100块钱，你觉得有几个人能出起100块钱？《凡人修仙传》的粉丝大概100万，有几个人愿意出100块钱的？基本上只有1万个人愿意出100块钱。粉丝，什么叫粉丝？粉丝就是说你出了东西我看，但你要花钱我不同意，这个是真实的一个粉丝群体。粉丝并没有那么牢固啊，我让你出100块钱你都没有，你不配当粉丝，那能这样吗？啊，对，网友、粉丝，还有就是说铁粉、付费用户，它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凡人修仙传》它能坚持做100多集，然后现在做到这么牛逼，它肯定是赚钱的，啊，主要看粉丝觉得值不值得买吧。这个不是说粉丝觉得值不值得买，是大家的付费概念就没有，就是国内付费概念其实很浅。就很浅。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听一首歌，然后你赚我2块钱，对不起，我不听了。啊，对，我不听了。你哪怕我特别喜欢周杰伦，如果说周杰伦有一首歌需要2块钱付费下载，我不听了。我喜欢周杰伦，但是我不听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的消费习惯，啊，它不是我的消费习惯，所以就是很多赚钱不是说我卖一个东西它的利润是多少，这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好像大家也能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深圳地铁每年都会亏好多钱，那他为什么还在做呢？他为什么还在做呀？然后深圳地铁就靠票钱回本儿，怎么可能？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是大家理解不了的，因为你没有到这个，没有到这个，这不是说高不高级，高级和低级，是你没有在这个位子上，就是你这个角度，你不是站在创业者的角度。吃洋餐会付刀了吗？没懂你的意思。企业的报告是作假的，有一部分是作假的，但是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不赚钱。我就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那你说你仔细咱们就分析这个事儿，我拍了这么多剧，我收费了吗？我拉广告投资了吗？但我这么多年还能拍下去，为什么呀？我拍了4、5部戏了，我没有一部戏我收费，我也没要求 VIP 才能看，但是我还是会拍了4、5部，而且我的生活可能逐渐的在变化，那为什么呀？我还没有金主，我还没被包养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有金主啊？你是不是就拍火了以后，然后被包养了呀？我没有，我没有，那我还能做下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还是在做。我妈还怕你跟金主打起来，是的，我还经常爱跟金主打仗，因为你知道有的投资人呢，他会觉得说我给你出钱，然后你必须得听我的。我操，你谁啊？你只是参与了赞助而已，并不是投资。赞助是无偿的去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所有的决定权、管理权、创作权其实都在我们就是在我自己，就只在我身上。如果说你要干涉，或者说你要求我们去给你回多少本儿，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了，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保证，而且我要保证的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因为一部剧我搭上我的肉体对不对？我没有必要说我为了拍一部免费的给大家看的剧，然后我搭上我自己的肉体，我做一个善人我没有必要我付出这么大干嘛？我这个剧免费的给大家看，然后我牺牲了我的肉体，我图什么呢？我图什么？对不对？他其实不是这么，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为什么现在我不敢收费？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东西不合格。第二点，不是收费的时代，还是现在不是一个收费的时代我不要你的肉体，你牺牲一下200刀好了。这个叫嘻嘻嘻哈哈哈。你的名字可能会带一点玩笑性质，但是我觉得你的玩笑并不好笑。第二点呢，你觉得多少钱你能把你的想法变成现实呢？你是
低估了我还是高看了你？就是我觉得你的玩笑首先要所有人觉得好笑才能是玩笑啊，我只能送你3个字，请自重。对，就人家我就这么说，二把刀选择什么样的人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你决定的，而且我不相信二把刀是一个品味那么低的人啊，我很直白的就是说，二把刀之所以选择我，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俗人啊，他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有内在的人。如果一个有内在的人开玩笑不会这么低级，对，别人在跟你开玩笑，这个感动常在那我也跟你开玩笑，我觉得你妈长得还不错，我做你爸好不好？你觉得这个玩笑会我在开玩笑，你觉得这个玩笑恰当吗？你觉得恰当吗？啊，你觉得恰不恰当？我觉得你妈长得还不错，我想做你爸。我没有生气啊，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不是所有的玩笑都可以去开的。我觉得你开玩笑的时候就能凸显出你的情商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跟熟悉的人开玩笑，别人不认识你，那不是玩笑，那是没礼貌啊。希望我的直播间里少进一些情商低的人啊。我对粉丝也是有要求的，就像你们对我也有要求。我其实对粉丝也有要求，就是我不要求就是说粉丝给我刷礼物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起码就是交流上能顺畅一点，因为我的直播间不需要大家，你看我从来也没说加多少就是刷多少礼物然后能进粉丝群，没有过，因为我没有粉丝群，我也不需要什么粉丝群啊，大家来聊聊天儿，对我来讲是个放松。然后有一些就是有能力的人给我刷点礼物，哎，我也赚个吃饭钱啊。但是你说我真的需要这个吃饭钱吗？啊，我可能比直播间里的人都有钱啊，可能比直播间里的大部分人都有钱啊，所以就是情商低，不适合啊，在直播间里啊，起码不适合我的直播间。不懂规矩，这不是规矩，这是情商。你不可能说拿你就比如说你跟你朋友，你可能是好意，你跟你好朋友，你说哎，把你对象借我用一下就，你现实中的朋友不打死你啊？啊？比如说你跟你好朋友完了，你觉得那个就是你开玩笑说，哎，你对象借我用一下吧，你会说这种话吗？你脑子去哪儿了？你怎么可能？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脑子，你怎么可能说呢？更何况我又不是你的朋友。还开玩笑，这叫开玩笑吗？我不是说我比较品味啊，就是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再有就是我直播间经常会有这么一些人会说那个什么啊，龙二那个。你把龙二微信给我呗，龙二有没有对象？他喜欢什么样的？我心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要以为龙二单身，然后你就有机会，对不对？就是
很多人是非常的冒昧无礼。按龙二怎么龙二的一些问题来问我，我有权利回答吗？就是我觉得这是别人的隐私。第二点，人家龙二哪怕人是单身，跟我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觉得你现在之所以不跟龙二在一起，是因为你没被龙二发现吗？就是有多少人自信的觉得说，你现在没跟龙二在一起，是因为你没被龙二发现吗？如果龙二发现你，一定会爱上你吗？对不对？你脑子去哪儿了？对不对？你之所以不跟刘亦菲一起吃饭，是因为那个刘亦菲不知道你在国内吗？啊，不是，是因为你俩不是一路人。就是天天问这些东西。我没有说脏话啊，我就是给大家举例子。你以为二把刀之所以跟我在一起，是因为不知道你的存在吗？你觉得总有一天二把刀会发现你的厉害呢？因为好多人以为万一呢，我总觉得万一的人，你把它放在努力身上啊，就比如说万一你努力了就会成功呢，你不要觉得说万一天上掉馅饼呢，你先努力的万一。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我觉得所有努力的人，只要你努力了之后，就会幸运值会成倍的增加。就是有些人不努力，但是你一旦努力了，幸运值会成倍的增加。这个很夸张的啊，大家都要去努力的啊。画差点掉地上。那也是你碰的呀。啊？那也是你碰的呀。我没有碰它，我就是一开柜子，它就突然就滑了。那还是你开柜子了呀。反正放那儿就有安全隐患。那你把你的那个东西拿走就好了。不是，你这些有什么玻璃瓶瓶罐罐，你这画到时候一倒，不全倒了？那你放好就好。说不清楚。那你说画放哪儿了？那画就一直放在那个角落里，就画放到一个稳固的地方。哪里？那你除非这儿钉个钉子给它固定那儿。你就说哪里，你解决问题，你不要说，它不应该放在那儿，你要说放在哪儿。那你挂这儿吧，钉个钉子挂这儿。那万一要有线走？啊？万一要有线走？什么线？它墙里会有走线，走电线。那你反正放这儿肯定是不安全。你到时候门一开，这风一吹，说不定它就倒了，滑倒了。我先给它拿下来。哇塞，我直接接。你开车去的？啊？车没被淹，那边是高的，是不是？没被淹，这路上有一段有积水，但是他们那些低底盘的车都能过去，我是过去了。已经积水了，咱们这边积水啊？不是，那边路上去的路上积水。那边哪有低的地方？为什么会积水？从那儿一路往那边开的那路上有低路上。想吃西瓜不想？不想。
整天看到嘻嘻哈哈，风儿就起了。天天下雨烦死了，我不觉得下雨烦死了，因为广州如果不下雨的话很热，雨声好大。是的，我现在每天起来，如果说能听到雨声，我就会很开心。下雨天要不出去就还挺爽的，在家里待着。你穿的是我的拖鞋啊？啊，你为什么穿我的拖鞋？你的拖鞋呢？你不是说让我穿这个拖鞋吗？在屋里的时候你不是也有一双吗？我那个不是穿出去了吗？你不是说让我穿那个穿出去，这个就在家里穿。好吧。你失忆了？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都不记得了？那我穿什么呀？那不是你穿的吗？我说我出去穿什么呀？这是我出去穿。啊，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在屋里穿干净吗？你说干净。那你为什么会穿我的鞋？这不是你给我买的吗？对呀，我说我要把那个穿出去的话，我在屋里穿啥？你说你穿这双，我说那这双鞋干净吗？你说干净。我以为这是你的鞋，因为你不会问我的鞋。我就没问你的鞋，你直接跟我说你。那你为什么会自己的鞋？而且真的有这种拖鞋，你为什么在家穿那个拖鞋？你让我把出去穿的那个红拖鞋扔了，然后我在家穿的那个拖鞋你就让我穿出去了，然后我就没有在家穿的拖鞋了。有这个鞋啊？那鞋不好。好奇怪。他凶让给你。他凶，你穿过的我不穿了。爱穿不穿。这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就总能闻到那个臭脚丫子味儿，然后我就以为我的袜子，因为我经常穿袜子是没有味儿的，你知道吗？我穿袜子是没有什么臭味儿的，然后再加上去高原，其实我们作息就不太正常，我就说，那可能是我没换袜子，然后有臭脚丫子味儿，因为一到密闭的时候，我就觉得味道很大。我哪没有见到？然后我就真的特别的那个，就是不安，我会觉得特别不安，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也是有一个同行的人，我以为是他的臭脚丫子味儿，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是我的那双鞋有臭脚丫子味儿，然后这一次我就也能闻到那股味儿，然后我说是不是我鞋的问题，后来。直到有一次就是二把刀，就是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因为二把刀坐我旁边，我那个朋友坐我前边，我们仨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脚怎么还这么大味儿啊？然后但是我这个过程当中我闻了一下袜子，我就觉得不臭啊。结果二把刀那个上了个厕所，我说。没味儿了，因为他离开座位了，有那么夸张吗？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拖鞋穿时间长了，你要不去冲一下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味道嘛。但是他好像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冲，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把那个红色拖鞋扔了吧，他意思叨脚臭，他不是脚臭，因为人出汗了之后，然后再加上那个拖鞋的那个，如果说它是那种廉价的那种，就是那种胶，它就会有味儿，对，所以拖鞋其实建议大家要不就是，就是没事总冲它，要不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就扔掉，要不然会有很严重的就是猫尿味儿，然后我就说，哎呀，不是我的问题，穿洞鞋，就是我现在穿那种鞋的话，我一定会穿袜子，我一定会穿袜子，穿袜子就不会有那个味道，但是你要不穿袜子，因为你脚多多少少会出汗。你没有洁癖吧？没有洁癖，就是那个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也是，这个我不说是谁啊，我们在拍戏的时候肯定不是我啊。不是你，因为不是这个戏，就我们在拍戏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作为导演的话，我其实有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累，然后我就可能躲到一边我休息一下，然后他们就在里边拍一些不重要的戏，然后我就在这块那个看那个监控器呢，然后他们这个时候都冲进来了，然后他们就在那笑，我说怎么了？你们怎么都进来了呀？你们不在现场看？他说好大的臭味儿，然后我说那啥呀？谁的味儿啊？他们就指那个外边的那个演员，因为是外边那个演员那场戏，然后正好有一个拖鞋进屋的一场戏，然后一脱鞋那个味儿扑面而来，然后当时我就说哪有那么夸张啊？然后我就出去看了一眼，结果我真的被那个臭味的那个臭浪，那个浪就扑面而来，然后那个演员脸通红，然后那个演员就反复狡辩说，不是我脚的味儿，是这个拖鞋的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个拖鞋，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点味道，但是我就看那个演员那天穿了一双马丁靴，在夏天的时候，那就是会有味道啊。你夏天的时候你穿马丁靴，那肯定会有一些，对，所以说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没事换一下拖鞋，或者说没事换一下鞋。对，我之前有一双8000多的那个巴黎世家的一双鞋，这突然有味道了，我也不知道为啥，突然就有味道，那你就扔掉就好了，那你没办法，很严重的猫尿味儿，因为现在的男孩子基本上都会脚出汗，很少有那种不出汗的，但不出汗的脚又会长那种厚厚的脚皮，然后出汗的人脚就非常好看，但是又会出汗，所以就是你自己选。就仔细想想，如果说一个人不是 monkey 不会尿，如果一个人对，有的人脚会很厚的那个茧，然后就是对，如果说他是个 S 的话，那个 M 我吓死了，如果说一个 S， 然后脚皮特别厚，第一次听到哎。脚臭不应该很兴奋吗？那个 M。我觉得臭是臭嘛，但你就拖鞋的和汗的结合，它已经不是臭了，它是一种化学的那种，就我觉得有的人天生脚就臭，那我觉得 OK 吧，但有的人是长时间不换鞋或者不换袜子，然后汗味儿和那个廉价的那种胶皮味儿，然后再加上一些体味儿，哎呦我的妈，那个综合老吓人。那我放啄木鸟干啥呀？扯得你脑震荡了。直接说拜拜，串味儿。然后真的有的人他的那个身上有股猫尿味儿，
我之前就是，我之前那个有结识一个台湾人，然后那个小可爱也是挺可爱的，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我们在我在跟别人 dating 的过程，然后我就会就问别人一些问题，我就说，你大概喜欢有什么癖好啊？喜欢什么知识啊？然后有没有什么体味儿之类的？然后就半开玩笑半去了解对方，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对方有体味儿的人，因为有的人身上体味儿实在是有一些重。那我就跟那个台湾人聊，我说你身上有没有什么怪的味道啊？他说没有，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奶香味儿，牛奶味儿，他的那个前任们都这么说。然后我说牛奶味儿，因为牛奶味儿我闻过，因为我亲姐姐身上是有一点点牛奶味儿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亲姐姐嘛，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会闻到这股味儿。然后我其实牛奶味儿我觉得 OK 嘛 ，OK。然后结果这个我就跟他见面了，然后俩人在一起那个羞的时候，他身上就是有一股猫尿味儿。我说这不是牛奶味儿，这是尿骚味儿。我说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说他洗完了就没有了，然后他不洗的衣服，因为猫尿味很臭很臭。我说这我真的忍不了，他怎么就是，哎呀，我就其实他长得很可爱的，但是他身上有股猫尿味。然后后来就发现他是汗味儿，那个汗有一股猫尿味儿，然后就没办法，后来就真不行。对，真不行。其实我身上我觉得我也有一些体味儿。我有的时候是身上酸酸的，就是这人都会有一些体味，但是你不能是辛辣的味道，就是你辛辣的味道，我会觉得就是它有一股花椒味儿、孜然味儿、花椒味儿，身上有一股大料味儿，就这种就是一旦出汗了以后那个味儿是成倍的，就是成倍的那个升上去。我觉得我身上也就是有一股酸味儿，对，酸味儿确实是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腋下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会出汗呐，会酸味儿之类的。但二把刀真的没有哎，二把刀就是脚有味儿，但是那个是拖鞋的味道。我知道，就是二把刀的脚也没味儿，没味儿。但是我就说，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二把刀来拍戏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俩为了这个第3次不拍了，然后因为我那个拍戏的那个就是我自己住的地方嘛。然后那个沙发其实就是3人位的沙发，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大2位的一个沙发，就大概也就是1.5米的一个沙发，所以我俩就是点了东西在那吃饭的时候很紧张嘛，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离得很近，然后虽然说之前拍戏，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熟悉，然后也很生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总觉得我脚上有味儿，然后我就等他上厕所的时候，我赶紧把拖鞋拿下来，我就闻了一下，我说：“哎呀，这个拖鞋该换了。”对，我那个时候那么在意这些细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特别逗，那个时候我跟二把刀还没在一起，然后二把刀拍完了那场戏之后，他要回深圳，因为我在北京，他在深圳。他临走的时候，他好像是故意把一双鞋漏在我家了，还是他不带？你放屁！我那么有心机，我故意把鞋漏你家。反正他有一双鞋，他就没拿。好像是因为那天直接没有回你家，直接走了，所以鞋就放你家。你放屁！就是的，
你那中午我就带了一双鞋，我为啥不穿呢？因为你穿的我的鞋走的呀，当时。就是好像就是没回你家，我记得。放屁！你怎么可能没回我家？吃完饭了以后，他在我家等那个头等舱，然后他在那坐了将近2-3个小时。哪个？哦，那回啊。他临走之前，然后他故意把一双鞋放在我家。我不是故意的。蓄意。然后呢，他就走了嘛，走了，然后我就因为我们拍戏拍了很久嘛，然后我也是很久没有一个人了，我就去阳台，我看他一双鞋，我就说他鞋里会有味道吗？然后我果然闻了一下，就没有味道啊，他鞋子是。真是变态呀你！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每个人的那个鞋会不会有味道？真没想到你还有因为他的一面。因为他的鞋是那种啊，那个叫什么鬼虎种？鬼冢虎。啊，鬼冢虎，因为那个鬼冢虎吧，我会觉得会有啊，特别捂脚。对啊，我会觉得会有一点味道，但是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就对他好感增加了，就是我很怕一个人鞋有味道，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俩人还没有那个怎么着啊？夏雨荷的扇子，2把刀的鞋，对。然后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哎我鞋落你家了，我说啊，他说我不要了之类的。那就本身就100块钱晚上一双，很便宜，那拼多多买的。所以没想到那个时候就这个加分项以后就还真的加分了。还有世界杯的汉堡不吃，那我晚上再吃，我现在吃了，我晚上就睡不着。行，你要不想吃就别吃，对，不要吃。逼着你吃。大家点这个麦当劳的世界杯汉堡了吗？不好吃。嘘，感觉是宣传欺诈。就现在汉堡连菜叶子都舍不得放，真的是。可能菜叶子，你放点菜叶子，放点那个番茄片儿，能多少钱？这种新鲜的可能供应链供不上吧。我觉得起码汉堡要有菜叶子吧，你不要给我放青椒，放青椒真的很难吃。你放个生菜片儿也行啊，你最好放一个那个大概0.5厘米的那个番茄片儿，口感就丰富了。哎。而且2把刀的那个腋下也没有味道。放屁！你啥时候闻过？我没有闻，但是咱俩就是在一起快1年了，我从来没有，就是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会这样睡嘛，对，他睡觉会这样睡，他腋下也没有味道。那我洗澡了肯定没味儿。不是啊，你有的时候你睡着了，因为我洗完澡，如果说我出汗了，我腋下也会有味道嘛。他没出汗就好啊，要不出汗就没味儿。那怎么可能人不出汗呢？开了空调就不出汗。不可能，因为其实也不是出汗，你就这么的，就是自然这边就会有味道啊。你不可能你洗完澡你就这样走吧，就是到处都这样。你的也没味儿啊。对吧？就是因为你空气不流通的话，你这么夹着也会有一点味道，但是它完全没有，这一点真的好加分。对，它真的好加分，这一点。剃腋毛，最近过得好吗？还好。小薇1年快到了哦，1年的话，10月1号我订好机票，我们坐头等区，
小薇也没有味道，小薇也是，小薇也是就是不洗拖鞋的人，就是有你知道，就是我去小薇家，我甚至会买拖鞋给她，就她家会有我买的拖鞋，你看见了吧？没注意。就是这个拖鞋，哦。然后她的拖鞋经常会就锈住了，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就会闻到一股恶臭，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是我太敏感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拖鞋都会有味道，然后就是小薇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东西，后来我就给她买，拖鞋也没多少钱，后来小薇的旧的拖鞋她又不扔，所以她家就很多拖鞋，我们已经不是好朋友了。小薇我觉得最近好像又跟那个G 开头的那个老师有联系哦，他家居然能看到那只狗哎，不认识啊。G 开头的。哦。那只狗还会去他家。你是说在片场的那个灰的那个小泰迪啊？哦。咱俩过生日的时候。我知道了。我们一直有联系，会有在关注小薇了。虽然说小薇，会因为这个饭的事儿，然后就是小薇对你心怀芥蒂，她肯定就会觉得说，这个饭的事儿过去之后再联系她。当时是1万还是10万啊？2万。2万啊！你看我的记忆力就不好。当时就是我们跟那个小薇打赌说，只要我跟二把刀超过1年的话，然后今年的10月1他会请我们一帮人吃2万块钱的那个饭店。好期待啊！因为那个北京宴我只吃过1回。我都没吃过那么高档的东西。其实不好吃，就是都是面子。那不好吃呢。因为那个好像就是。这是我们跟小薇友谊的见证。就是那个北京宴好像就是一些明星合伙开的。对。所以他要是宴请。是我们美丽友情的美丽见证。现在的消费习惯就不一样，但是其实我挺希望就是说这个饭可以免了，因为北京宴打赌的那帮人其实都不在了，也不会来了，就把这个2万块钱就是变现了。对，答应你就行。咱俩1人1万。行。反正小薇也有我微信。他还不爱吃那些东西，他忌口。对。小薇就是吃的比较讲究。而且他现在又身体也不好。我不能乱吃东西。这2万咱俩咋花呢？哎呦，去泰国玩一下。喊上小薇呗，去泰国旅游。他不出去啊！就是我好像上一次去哪儿我就喊他了，他出不来。我其实很希望就是说咱们出去玩啊，比如说去泰国吧，或者说去就一些，因为我跟小薇好像没旅游过吧，然后有一次好像就是小薇出国，然后我本来想去的，但是那段时间确实也没啥钱，然后就错过。但我觉得跟小薇出去旅游应该挺好玩的。就是小薇不是一个扫兴的人，她起码，只不过就是大家点东西的时候，这个我不能吃，那个我不能吃，但也都还好。不能吃她不吃就好了。
咱们吃咱们的。但其实他要吃的东西很少的话，你会，会有点。反正就正常 A 钱吧。而且小薇，我很期待，就是小薇带一个暧昧对象一起去。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咱俩或许能看见他们在吵架，因为我其实没有正式的看见小薇跟别人在恋爱过程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因为我跟他认识8、9年，好像他就一直单着似的。小薇带暧昧对象估计也会被你拆散。我啥时候拆散过？你会说开一些玩笑，然后让人家不舒服。我可不是小薇，小薇的对象我没开过玩笑啊。我一般开玩笑，我都是说小薇身边的朋友，不会说小薇的男朋友。哦。因为小薇的男朋友我可不敢开。因为你把她男朋友，你比如说你把她的好朋友给拆散了，比如说，你说她好朋友的坏话，好，那她损失了一个好朋友，你作为她好朋友你能补上，但是你要说是男朋友坏话的话，你不能作为她的，给她把自己变成她的男朋友给她补上，这个是观念概念的东西。然后还要，最近还是在构想剧本嘛，然后就把我和丹青还有小薇的故事写出来，然后让大家评评理。那万一大家要是不站你这边，你不就？我让你演我就好了呀，大家不是看脸的吗？谢谢橙子，橙子晚上一起吃饭啊，橙子。新剧本找到赞助了没有啊？我们可能说 AI 吧。AI 也要钱啊 ，AI 暂时不用，因为我们开了一个 AI 的会员，所以说 AI 我们在快到期了也快，2月份。我只开了1个月吧。哦，那还是要。那月卡1个月我记得200-300。昨天刚从老谢家回来，从老谢家回来，又打麻将去了。晚上吃什么呀，橙子？橙子真的是事业型。啊，他每天感觉都是到处跑。他到处跑肯定是找技师啊，打麻将啊。他如果说不到处跑的话，他就是在工作。啊。因为他是直播。他是卖猫粮狗粮的，这到处跑的就不是。我以为他是在出差，他出差。可能南山新出来一些好的技师吧，他就会去南山。他喜欢就是那种肌肉提升，然后熊他也能接受，提升他也能接受。我看过他，好像有喜欢那种就是什么肌肉教练那种。昨天新剪的头发，都比上次剪的好看多了。还是不行，他感觉缺了一点，凹下去了。好看。上次
这点的太丑了，主要是。直播间里都觉得咱们家很大呀。可能是拍出来显得大。放屁，我又没开广角。它其实不大呀，感觉。不大。橙子晚上吃什么？房子估计也就80平吧，不止吧？我这差不多80，也没多大。你身上穿的是新衣服吗？是的。买了3件 polo 衫儿，在优衣库买的。家乡特色好啊。是什么？太辣的吃不了。能不能别太辣？你家里特色是不是又是蘸水啊？还是贵酸汤火锅呀？酸菜猪脚可以，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没吃过。行啊，今天晚上有好吃的。啥点就啥。晚上，你打算留大胡子了？是，我没有留胡子。我洗澡去。吃完了。啊，你没洗澡啊？没有啊。你身上怎么没有味道？我在等吃的，刚才。有红包，宝子们抢红包，谢谢。我家宝贝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但是好重的男人味啊！好壮啊！我的妈呀！今天刚练的胸。好性感啊！又不是你的菜。哎呀，你喝不喝？不喝。橙子，今天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比较有态度。要斜了点儿。对，因为我落枕了。他晚上可以喝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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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儿。咱们那个吃完那个那啥的话，可以喝点鸡尾酒，不要喝啤酒什么的，喝点鸡尾酒好不好？然后咱们也惠阳就是那个高档的小鸡尾酒，喝不了多少钱，几百块钱也就差不多。喝鸡尾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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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真的喝那种大酒已经喝不动了，我觉得喝点小鸡尾酒挺好。多喝几杯。喝红酒，红酒最难喝。红酒就是我个人会觉得红酒只能说到了一定的价位之后才好喝，就是普通的那种，就是200块钱以下的红酒都非常非常的难喝。200块钱以下的红酒都非常非常难喝，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红酒也就是一个氛围，不是，就有的酒真的很难喝，真的很难喝，对，就是很廉价。但是要是白葡萄酒的话，可能100多的白葡萄酒就很好喝了。所以就是我真的推荐大家，与其你去喝红酒，不如喝白葡萄酒。白葡萄酒味道可能更顺口一点，而且那个白葡萄酒大概大家喝一点就能达到效果。我最高记录，我一晚上喝了8到10瓶红酒，我最高记录。因为红酒你不能太快，红酒你一旦快了，可能你
1瓶半你就完了。这红酒千万不能说来干一个就是怎么样，你基本上如果你要2个小时喝得非常快的话，你基本上就完蛋了。红酒还容易吐，但是你要是这种酒，你要是慢慢喝的话，一晚上能喝好多。就千万不要太着急，对，千万就什么酒你喝急了都会有一点点难受啊。特别是我觉得我喝红酒局会比较多一些吧，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的，一是难喝，二是会觉得啊不高级，对，因为有的红酒你真的能发现，有的红酒已经廉价到你能看到那个所谓的它就是那个沉淀物。我不是说沉淀物一定不好，但是就是有沉淀物的那种红酒是非常影响就是喝的那个观感的，所以白葡萄酒挺好的白葡萄酒挺好的。挂壁就是不是，甚至不到挂壁啊，其实是它有的葡萄酒就是会有沉淀的那种小的就是小的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小的那个物质，就是我那个小块块你能看到那种东西，就不好，真的不好。香水我不带货，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香水。老婆，你洗完了吗？还没有。那你帮我把那个我那个方瓶子的那个香水拿过来。妈呀，没穿衣服。没事，你给我就行，拍不到你。你拿过来，拍不到你。看窗户能打过去。没事儿，这个现在外边比里边亮，就看不到你。这个大家自己截图自己截图这个香水我先说一下这个香水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就适合33岁到55岁吧，我可以这么说，33岁到55岁，然后是比较爱穿深颜色的，然后有一点点爹味儿、哥哥味儿、叔叔味儿的人，很好。就它味道很特别，它不是说多香，但是身上会有一种，你一闻，别人就会好奇说你身上是什么样的香水？它不是香味儿，它是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它跟什么橘子味儿跟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大地味儿都不一样。可以吸引同性恋吗？我觉得偏直男的味，直男也没有这么高级，它就是一个有一点点皮革味儿，有一点点药味儿，有一点墨水味儿，对，墨水味儿，真的是，对，墨水味儿，墨水儿，它不是死人味儿吗？不是，墨水味儿，有一点点墨水味儿，很准，就是它有一股小的那个中药味儿，然后又有一点墨水味儿。墨水大家知道什么味儿吧？就是缸底的那个墨水味儿。其实就很特别很特别，特别是比如说你穿这样颜色的衣服，比如说这种棕色，还有那种就是偏深一点的颜色，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大家。就是你，当然你是一个就是比较，比如说他这个衣服就不适合喷这个香水，你会觉得他身上可能更适合就是那个
海洋的味道之类的，或者说橘子味儿，但我身上一定是适合这个。我这个适合那个欧龙的赤霞橘光，但是很贵那个香水，这个很便宜，这个很便宜，这个才100多，对，100多啊，100多，110还是140？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对，不适合年轻人，对，不适合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hold 不住这个，除非你是一个我觉得它就很适合穿，就是 polo 衫，然后穿一个西裤，然后穿一个休闲的小皮鞋，然后一身深颜色，然后带个小胡须，然后就是打高尔夫，或者说抽着雪茄的那种感觉。好熟悉的味道，就是你拍戏的时候你身上有味。对，它就对，它就有一点点就是图图拍戏的阶段，只要靠近他就是这个味道，就 Sugar Daddy 吧，就是很有钱的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反正我觉得很少闻到别人会喷这种就香水，很有钱的味儿，然后也很好，也比较好。就这个木头它都是这种，就是这个盖儿都是木头的，但是会有人说这个是个死人味儿，棺材味儿，就是对，可能有一点点棺材味儿。你们闻到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它就是墨水味儿，然后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就是药味儿，对，一股药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就是胡椒味儿，但是是挺好闻的，是图图专属的味道。也不是到好闻，就是很特别。你要说好闻的话，也没有到好闻，我觉得很特别。然后这个味儿会让别人对你印象比较深，没有，就是多少人会用这个味道。再让大家结一下啊，自己去结，100多块钱，买贵了就不要买了啊。我觉得它，而且这一瓶能用好久，这个瓶子也很高级，我觉得是适合大家，不是适合大家，适合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衣服，你如果说穿一个圆领的衣服就不适合了，药味儿会以为你身体不好，喝中药。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因为其实我还特别，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贴那种中药膏，那个时候其实我因为我是胶布过敏嘛，然后我那个贴胶布的地方会长那个疹子，但是我很喜欢那个胶布味儿，我很喜欢药房的味儿，对。记得反过来啊，它这个是镜像啊，这个适合大家啊，适合年纪大一点的啊。你哪怕45岁用它，我觉得是40岁吧，40岁用它是刚刚好啊。叨叨穿这身衣服好看，99优衣库大家去买，原价149，这2天搞活动就是99，这俩是同一款，只不过是颜色不一样。然后我们还买了个浅蓝色的，那个浅蓝色现在看有点像那个爷爷穿，是吗？我穿一个看看。爷爷，这有一种村干部穿的，是 Sugar Grandpa， 这有点像正装，就是村干部啊。好看吗？你穿就稍微年轻一点。我那个速干的那个也是这个颜色的。你别往下抻，你老抻它干嘛？衣服你别老拽边儿，过来呀，给大家看一下。这有点正装，就是有点像上班穿，
但夏天会有一点点热，啊。好，香水，给大家看一下，烂大街了啊！这个香水可能要烂街了啊！这个香水可能要烂大街了。你们要是那个买回去觉得味道不合适的话，记得寄给我们。木质香，它有就是墨水香、药香。我给你们看看买的记录，它好像有不一样的版本，然后就买普通版就行。我看一下啊。有一股药味儿，确实是有一点点药味儿。嗯，但是喷到身上就，147。这什么牌子？莱利黑泽黑墨恋，就是搜墨恋，搜墨恋就木手味儿。你看，147这个墨恋。刀哥也喷这个，我不喷这个，我以前喷的香水是那个赤霞聚光，欧龙的赤霞聚光，就很贵的。我没闻到过你。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从来没喷过。那我以前我也很少，我本身也很少喷香水。小薇的香水都巨贵，我那个就很贵，我觉得就是好像30-40毫升就300多块钱那个。但是那个真的是非常淡淡的那个橘子味儿，特别好闻，特别好闻那个味道。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外边不可能闻到有人跟你喷一样的香水，就是那个。那可能你接触的人还是少。你像一般走在地铁上，那好各种各样的香水你都闻到过，但是那个香水你从来就没闻到过。地铁上有多少人喷香水？我操，那上海地铁上人均都喷香水，好不好？嗯，那倒是。这个是木质调墨兰男士香水，正装100毫升，147块。有木质调，它好像有好几个版本，这个是木质调的。换回我的粉色。所以我觉得其实蓝色更适合他，但是他不喜欢穿蓝色，因为他心里还是会觉得粉色更适合。你不觉得粉色好看吗？我觉得还好，因为粉色其实是，我觉得不适合你。为啥？就是粉色它也是，你穿也好看，但是会觉得蓝色更是大家喜欢的类型。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其实你是可爱，你也可以成为可爱型，但是如果说你是爷们儿型的话，观众会更喜欢。哦，对，这就是人设啊。但它不需要人设，对，就是蓝色是大家希望它变成的，就蓝色有一点点就是哥哥型，或者说就是老公型，但是他要做0的话，也行，但大家会觉得说他要是一个1该多好。这不是你跟那个你们俩说让我买这个粉色的吗？我原本就没有挑粉色的。蓝色嫌贵是的啊，就是粉色有一点，图总觉得好到位，所以你知道大家对你就是要求有多严格。大家有人要这件衣服吗？就是粉色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像单位里发的那个就是团建的衣服啊，但蓝色有一点点就是它很有魅力，然后它这个是上班他选的衣服啊，它一般的那种就是团建都会发粉色，有点热，出
汗。播到几点？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下播。我们其实现在也可以下播。下播干啥呀？不吃饭吗？我刚吃完呢。那我俩吃呗。现在也还早，那6点半呗。你把地址发给我。粉丝显年轻，其实他不用显年轻，就是，我之前我刚认识二把刀的时候，我其实对他是恐惧的，或者对他就是没有想靠近他的感觉，也不到恐惧，就是我会觉得说两个人是势均力敌的，然后会觉得说他不到强势，但是他绝对是一个特别有态度的人。然后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我会有点忌惮他，明白吗？就是一开始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因为拍戏的时候他也不说话，然后他跟任何人关系也不近，所以我会觉得说他是有内在且有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敢去跟他过于放松的处理我们这层关系。但是我跟他熟悉了之后，我会发现原来他这些全都是自我的一个武装，那个只是一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保护罩，其实他内心就是一个比较渴望家庭，然后就是也不到少女，但是是偏温柔的一个人，然后比较感性的一个人。他之前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理性且非常强，也不到强势，就是非常坚强的一个人。后来发现他就是完我就是理性且坚强的。没有，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柔软且温柔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接触到后面，我才发现真实的他，我才愿意去跟他相处啊，包括打开心扉啊，因为我不太喜欢气势上比我强的人，就可能说这个人做朋友 OK， 但恋爱我绝对不会选气势特别强的人。后来了解他之后，然后他包括你走一步他跟你一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会拉近彼此的关系，然后会产生那种粉红泡泡。对，所以我能理解你们的感受，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是个一呢？就我不是说那个一啊，我不是说那个一，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形象呢？就是为什么他不是一个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事业型，然后特别霸气的一种感觉。其实我之前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但那个形象不是真的他，所以你们也是真的我。不是他，其实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他是一个我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你力量感，你自信，你事业，这样的人最起码的就是你得有很多的社会经验，你经历了你是财产比较丰富，所以你会有那么多的东西去支撑。二把刀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然后也不太去理财攒钱的一个人，所以他注定做不到这样的人，而且他骨子里他不想这样啊。谁不想攒钱呢？我也想攒钱。不，你根本就不是攒钱的人。谁不是攒钱？你根本就不是。你没钱你怎么攒不攒呢？你有钱了谁不攒钱？不是，你压根儿就不是，因为他平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说，我又不花钱，我不攒钱，我干嘛？你看他在死犟，因为他就是渴望家庭，他就渴望，在家待着，然后
爱人回来，然后两个人一起吃烟火小摊儿，然后去城市去那种旅游就好了。他从来没想过说我要做一个叱咤职场，然后就是呼风唤雨，然后有单独的那种就是空间能彰显自己的地位的。他也不是想着说就是我要有多少房子多少车，他没想。谁不想这样啊？我只是被现实打败了而已。就是你，那我现在我这样会想，因为你没有被现实打败吗？不是啊，我就会觉得说，有的人他就是会比较事业型嘛，有的人就偏家庭型嘛。其实龙二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们都就是龙二也是那种就是被大家架在那个位置，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龙二应该是一个霸道总裁型，或者说事业有成型，但是龙二其实也渴望家庭，所以你俩都被大家绑在那儿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就是他其实跟龙二很像的，他没有龙二温柔，但是他因为龙二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柔但是很大条的人。龙二是很细腻的一个人，对，龙二是巨感性的一个人，他是非常非常感性的人。Polo 衫是什么牌子？是那个优衣库。就是这个，我们的 Polo 衫，99块钱啊！它现在标价149，但是在搞活动，就是99。那你喜欢龙二不？之前说过这个话题了，就是没有到爱情那个阶段啊，就是我们拍戏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就会让我们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就是模糊，因为你不把这个关系变模糊，你就不信任这个角色，不信任这个剧情。但是回归现实来讲的话，就是彼此没有踏出那一步，我觉得那就，我是一个偏理性的人，我会觉得说那就是没有。对，就是拍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特别表演能力特别强的人，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感同身受，想过往爱情发展？没想过，这个没有，因为工作和生活我一般都是区分不开的，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累，工作的时候就没精力去想其他的，等我想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就跳出来了，没有其他的，
而且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事儿逼的人啊。我跟二把刀在一起，我都觉得二把刀很委屈的。昨天特别逗，昨天就在这个沙发上，二把刀在那块儿就是看那个手机，二把刀笑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嘛，我在那块儿刷手机，他笑的也特别。等一下啊，提示了，你们现在看不到画面，提示了一下，因为刚才坐姿不好。2秒1秒，好，可以了。因为你得挡着点儿啊。就是昨天二把刀在那个，他也是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电视放着那个《康熙来了》，然后他就在那块刷手机。二把刀是一个笑声特别爽朗的一个人，他在那块看手机，他是正常的，咱们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就那种。二把刀的笑声是哈哈哈哈哈，你看我一边去吧，就那种，有那么夸张吗？对，特别特别响。你得了吧你。然后，因为我当时我在玩手机嘛，我其实就会很好奇他到底在看什么那么开心。然后紧接着他就不看手机了，然后他就看那个电视节目。那电视节目其实我也有在看嘛。那如果说他手机里有很好笑的东西，可能我看不到，那我都会觉得说我很好奇，确实很好笑嘛，他笑那么大声我能理解，但是电视节目其实很不好笑，他也是在那块儿，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吵死了你。对他很吵，放屁，我很吵，我没这么夸张。然后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声音太过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小点声，有这么开心吗？然后他紧接着我不知道他看不看我，因为我在看手机，好像我余光好像看他余光看了一下我，然后他就紧接着他就不敢笑了。那一刻我就说，哎呀，他会不会觉得说在这受尽了委屈，连笑都不让他笑？然后他紧接着他就，我也不知道他是生气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又联想之前他可能因为就是他前任可能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说自己没有家庭地位之类的，然后我就在这胡思乱想，我说，哎呀算了，那个等会儿那个陪他那个去那个等会儿买票就去那个重庆嘛，因为他一直想去重庆嘛。我没有一直想去。然后我就说陪他去重庆嘛，溜达溜达，啥钱不钱的呀？这他都伤心了，他肯定想七想八的。结果过了一会儿，你知道我那会儿想的是啥吗？然后你听我说完，过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在这块都各种担心呐，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就反思，我说是不是我说话太凶了，但是我又没说太凶，但我确实在干涉别人笑声嘛。然后他确实是不笑了嘛，然后我就在这慌了，其实我有点，我就说我要道歉吗？然后道歉又有点太严重了吧，然后不道歉的话又觉得说，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觉得很伤心。后来我就特别忐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他又看了那个电视节目，他就在那儿，呵呵呵，哈哈，就开始那种小声的在那笑，但是那个小声笑又有一点点心酸的小声笑，就，就那种，然后我就说他起码笑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我说那我回去睡觉了。然后就好一点了，就好一点了。来，你说说你昨天怎么想的？我当时在想的就是，
顺从太久，连呼吸小声。我就是想的这真的他好夸张，这就是个歌词，比如说，就是二把刀是一个，虽然说他是感性的人，但是他不到细腻的一个人。就他比如说他那个就鼻子就会比较不舒服，他就对，他就会巨响，你知道，你再使劲一下，就正常的我们可能就是这种，你放松的按照你平时的习惯，等一会儿，我整我的啊，就是比如说咱们鼻子不舒服是吧？好，他的就这样吗？不是更大声，就这样因为你当时鼻子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堵，然后会有一点点那个震动的声音，就会我这段时间鼻子一直都不舒服，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非常非常大的声音，然后倒没有说特别夸张，但是我就说这么大声鼻子不会痛吗？你知道吗？就正常，如果说我鼻子要弄出这么大声音，就是震动可能会就里边会伤到了才会这么大声音，他就这样，对，就巨大声音。这声音大吗？这个我不是说你声音大的问题，是你这么用力的去弄，你鼻子不会受伤吗？不会。能懂不？就是，我觉得这正常，我们就是，对，他是，就这种，就是很吓人，就是你会觉得说还好吗？还好吗你？你还好吗？对，就老大声了，这人就。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儿事儿还真多。二把刀是哪里人？我是河南的。河南的。河南的。你再表演一下，你看到好笑的东西笑。不是你就是这样啊。你再给我大声一点。不是，你这个明显就是不像那种，他是使劲发出的笑声。那还能咋样啊？而且不是说光笑这一次，你就是因为你觉得好笑，你就会频繁的笑。不是嘿嘿嘿嘿，你从来你不会嘿嘿，就是他是会频繁的那种，就是在那块就是很吵。放屁！就笑一下能多吵啊？你是频繁的很响的声音，就是在那笑。你不会嘿嘿嘿嘿嘿嘿，那个就是很温柔的声音。然后我就说有这么好笑吗？因为他经常就是我躺在那儿的时候，他就在那块儿就笑到不行了。没有这么小的声音。好装啊你。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那么好笑，而且他就是好像看了一个连续剧一样，他能笑3到5分钟。我看那个小 S 要给那个陈汉典下跪那点儿，真的很好笑啊。好吧。你不觉得好笑吗？没有到那么好笑吧。我真觉得很好笑。然后再前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当我们这些不算是吵架嘛，就算是日常的磨合嘛。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刚搬进这儿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嘛，大概开着两边的那个，因为我们这个是推拉门嘛，开着两边的窗户，然后就有穿堂风，其实就不热嘛，就会非常凉快。二把刀经常就是在阳台，比如说有那个时候我喜欢在阳台嘛，他就过来了，老公我饿了，老公，然后因为你知道家家户户都开窗户，他说老公我饿了，老公，
就那种就是嗷嗷喊呐。因为我刚搬过来，然后我还没有准备好出柜，对他那种就是，哦，然后就是老响了，啊，我就很，因为你那个时候你要是就是态度特别不好的，我说你小点声，或者说就是急躁一点，他就会，我觉得他心里肯定在想说，他妈谁爱叫啊？以后不叫了还不行吗？就那种，但他就那种很不注意这个细节的，因为我们其实表面上是独门独户，其实我们挨着对面那家，他的阳台和我的阳台大概隔了2米，声音巨大，楼，就这种老吓人了。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想那么早出柜，因为我觉得在一起就是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啊，这样才爷们儿，低声细语你不喜欢吗？那你是不了解我，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就是欲战而行，就是我可能会喜欢就是关起门自己的日子，我不太习惯被大家审视或者说被别人关注的感觉，我还没有做到那种无所谓别人的眼光的那种，还是会害怕。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住别墅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邻居就是跟我们的关系特别不好嘛，然后我就在分析为什么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我就分析出一个，当然这是我自己分析出，可能也是我想多了，因为我经常会想多。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之前跟邻居关系很好，后来突然就不好了。我觉得单纯从装修这一块儿，它不会这么反差这么大。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他家孩子进不了他家里了，因为他没带钥匙。然后那个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因为曾经就是我给他家里送过茶叶，然后我就给这个孩子我说那个这个茶叶是叔叔给你妈妈的，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妈妈也收了这个茶叶，然后紧接着他这个孩子进不了家门，然后来找我，就是说让我给他妈妈打个电话之类的，那我觉得很正常嘛。但是这个孩子跟我就是求我帮助的时候，他就说叔你能不能给我妈妈打个电话，这个时候突然他妈妈就回来了，就说那个叫他家孩子说回来，然后就是态度有一点点不好的感觉。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会突然态度不好呢？后来我就是因为我这人容易多想，因为那个时候前任吧也是特别黏着我，然后前任就是我俩干活的时候，然后我就有的时候跟他有说有笑，然后他就会就是会靠在你身边，在1楼的时候，对，也特别黏着我，对，我前任也特别黏着我，然后他靠1楼，他就没事就是靠在我这儿啊，然后或者说就是那个要亲亲我之类的。但是我们1楼那个时候刚开始装修，1楼是没有那个窗帘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院子围栏也没有做好，晚上的时候如果你室内点着灯的话，那个大落地窗，因为是别墅嘛，大落地窗的话，外边一走一过都能看见。其实我就告诉我前任，我说你不要总
那个在1楼怎么样？你去2楼没人能看见你。我说这么多人呢，我说这个就跟直播似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怀疑，就是说他之所以那么凶的让孩子回去，就是可能一走一过看到前任跟我比较亲密的行为，可能那个单身妈妈就觉察了。所以就是所以我才觉得说，我们之所以这么糟糕，关系这么糟糕，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加上扰民的事情。对，所以我搬到这儿来，我也其实有一点点害怕，就是2把刀总就那种，我也害怕。对，所以就怕跟邻居关系处不好。我已经敏感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前2天2把刀在那个电梯里碰到我们楼下，我们是16楼，碰到15楼我们楼下那户，15楼那个楼下那户说，就是跟那个2把刀在那聊天，说怪不得你们前一段时间叮咣的之类的。我就说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床吱嘎吱嘎的，嘎吱嘎吱的，然后2把刀就是那个声音也比较大，他就是开心了以后，他就是声调会比较高，音量会比较大，然后我会觉得说，楼下会不会暗示这个事儿？然后我就会想很多。他一开心了，他就像疯了一样，胡言乱语。晚上声音大吗？有的时候吧。我发现你很奇怪。你会把所有原因归结在完全就是很小概率的事情上，会胡思乱想啊。而且你会把主要原因归结到这上面去。上次搬家我也看出来了。所以呢？所以我就觉得你的想法完全就不准确。那你看你上一次你在北京的时候，你也觉得无所谓，然后楼下的人就贴条了呀。我们那个时候北京市那个床是很响啊，但是咱们这床咱们它这也不响，非常响。而且咱们上次你搬家的时候，你关车门你能有多大的声音啊？我就说这个事儿。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总结那个问题的所在呢？不就是因为这些？你可以把它归为一个原因，但是你不能就是觉得它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主要的原因。你就再怎么想，它都不可能是个主要的原因。好，那我就请问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住3楼，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北京是北京，那有什么北京不北京的？那又不是同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同一个情况。你是因为北京那个事情，所以你就拿那个事情验证了所有你以前的猜想吗？是啊，包括那个别墅啊，别墅也会这样啊。就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是住3楼，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是比较颠倒，我们几乎每一次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基本上都在5、6点钟，早上5、6点钟，我都会。人家楼下已经明确说了，他问我什么时候搬过来，我说2月份，他说怪不得那段时间就是你们那儿总是有声响，我说现在就不会了，现在我们基本搞完了，他说是。因为2把刀经常听不出别人的话外之音。人家就是说2月份那会儿就经常有声响啊。就是你们如果说听到别人说这个东西，你们会不会多想？就2把刀是一个就是我没有点破你什么事儿，他就想不明白的一个人。因为人家明显就是在说装修的这个事情。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呢？你是当时在听的还是我当时在听的？好吧。他就是问我你们是什么时候搬过来了？我说是2月份。他说怪不得那段时间就是你们楼上经常会有那种声音。
很明显啊。那人家意思就是最近没有了呀，就是那段时间有啊。因为最近我们也是。你怎么我都说这么明白，你还会想到那方面去呢？我觉得直播间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想到那方面去，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是在装修啊。装啥修啊？那段时间咱们也没怎么装修、我们装柜子，装所有的东西，不都在磨东西？这不都是声音吗？包括我们磨这个东西，我们哪天不是在发出各种各样的噪音呢？那段时间。好吧，是有多想。人家根本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表达。但我们那个时候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每天4、5点钟想那啥，然后我都觉得说5、6点钟应该没有人听见了吧，结果确实那个床是铁床，会咯吱咯吱响。后来我们甚至会把那个铁床就是拧好紧，但是也会响。然后其实每一次发生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心里有顾忌，就是说会不会扰民呐之类的。果然有一天，我们的门上就被楼下的一个人贴了条，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年纪大了，什么每天晚上的声音很吵，什么觉比较轻之类的。我就会想很多，我就说是不是每次我们故意找的时间正好是人家起床的时间，或者说直播，就是我们声音都直播出去了，我就会觉得他也是实在是忍不了了，才会给我们写那个条。我就觉得我的妈呀，我就觉得每次我上楼我都很怕遇到那个楼下的人。如果说楼下的人听到，那是不是旁边的人也能听到？人就会态度上也会很无可奈何的那种说法，就是说我年纪大了，你们晚上轻一点之类的。我说轻一点怎么办？他轻一点，我就很，因为是有这样的经历，就会让自己想很多，就会很害怕。直播他们都没听见，直播肯定听不见，因为有些东西是震动，因为晚上的时候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的才清楚，你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放着电视啊，或者说开着窗户啊，可能就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很内耗。做好隔音措施，怎么做好隔音措施？你家里有隔音棉吗？是怎么的？垫隔音棉，你见过谁家垫隔音棉呢？好奇怪的。所以你知道，我就一直，我就说，你不跟邻居打招呼的几率几乎为零，哪怕你住别墅，哪怕你住别墅，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乱喊乱叫，没有。很少打呼噜，打呼噜没有那么夸张吧？我们现在的这个床，因为它打招呼啊，打呼。你啥时候脸皮变得这么薄了？我脸皮一直都挺薄的呀。
谁脸皮厚啊？你说你脸皮厚吗？我脸皮一直都薄的呀。我是一个特别不爱与人起冲突的一个人。中午唱歌不怕邻居午觉吗？会，也会，所以我都不敢唱特别高的歌，我不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唱歌还是赶在那个高考的时候，好紧张，我很怕别人来敲门。因为高考就是大家都看得特别重要，然后就说谁在这儿考试啊？咱们16楼。那人家中午回家休息的时候啊，人考生回家休息嘛。我们都是下午2点、2、3点那会儿唱的。你唱，你早上唱，人家也是在考试呢。你这种普通老百姓可不会想那么多，累死了，爱咋咋地。所以我跟你不是一路人嘛，你想多普通，那个是你的自由。这是我的直播间，我在说我的观点啊。你说你的观点，你想说什么呢？对不对？我在说我的担心，或者说我在分享我的日常生活。你说你的，你就像你说的，咱俩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我没有想做普通老百姓啊，我不想做普通老百姓，我还是要做还是要做更好的人我的意思，你不用想那么多累啊。不是说你想的，就是如果说你给自己定位你是普通人的话，你的生活跟别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也没有那么，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的成功，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成功的，那他一定是比一般人付出的东西要多，敏感的要多，明白不？就是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平庸的人，你可能就是普通的思想，就是生活当中我俩其实也没有说很同步。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在开车的时候，我是很怕耽误到别人的人，所以我回忆我几次出就是车刮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躲别的车，或者说我开的比较慢了，然后我着急了，我会撞到路边，或者说蹭到车的位置。所以我在路上，我基本上我的压力是来源于路人，就是别的车辆。他不是，他是一个就是说，哎，你急什么呀？那你能飞过去啊，怎么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俩的不同。这就是我俩的不同。所以我这种人就会很累嘛。然后他就说啊，有必要吗？怎么样？没必要。那你为什么要躲别人，然后撞着自己的车呢？因为你想着说别耽误别人嘛，你最怕的就是。那你是自己重要还是别人重要呢？那肯定先照顾自己啊。那就像我开车开不好，那我肯定就慢慢开呀。我慢慢开也是对别人负责啊，我觉得。你慢慢开，你可以就是换个时间出来开嘛。能明白不？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哎，你好像就是技术很一般，然后你比如说你，那你觉得那你觉得就是为了方便别人，你自己出了问题，你就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不是应该的，是人。我没有说谁应该谁不应该，但是你要想做一个就是说，你要想做一个平庸的人的话，你的感知能力就是普通人。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想做一个就是比较超前的人，或者说比较与大家不同的人，你注定了你的个性是跟大家也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你怎么样的生活，不能说我是一个跟大家行为准则都一样的，跟普通人行为准则都一样的人，然后我又想超过别人，不可能。
你所有的付出和回报，包括你别人的那个感知能力要强，这些是这一定是你必须得经历的东西，能明白不？那我给自己的压力也好，包括自己的定位也好，可能我就是要求我自己活得更好一点。那关键是你就因为这事儿你出了车祸了呀。我知道，我没有说他是好与不好，我没有说他是谁更好谁不更好，但是就是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事业型的话，你一定在感情里你是一个不太关注别人，就是起码在情感里边，你起码我觉得事业型的人基本上被别人骂渣男。那你怎么跟你开车完全相反呢？什么呀？你开车为什么就那么关注别人呢？啥呀？你不说你感情里就不关注别人，然后你开车的时候特别关注别人。我感情里我哪不关注别人？你自己说的呀，你说你是事业型的。我是事业型，但是我事业现在不差嘛。那你就说，你刚才不是说你事业型，你在感情里就可能就不关注别人。你说的有点深奥，他不能完全明白，不是说完全明不明白。你们那个直播间，你们直播间什么叫我完全不明白？不是，我是他妈的弱智吗？我完全不明白。谁说的呀？我看看。人家没说你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完全明白。我他妈弱智吗？我怎么也是个正常的大学生嘛？啊，你上了大学生，你就比他妈的那80%的人的那个智商上有优势吧？什么叫不能理解？你们是多厉害的人还不能理解？不是，人家很多人是向着你的，你看人都是向着你的。向着我说也不能完全是用这种方式说话呀？什么叫不能理解啊？就是人没说你不好，我也没说你不好，我也没说我好。就是谁也没说谁不好，只是说就是就是咱俩不一样，你承不承认咱俩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对，你承不承认我比你有钱？承认呢。好，那我有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比别人想得多，我的这个见识比别人高，我可能想的比较远，我可能比较敏感。比如说我是做服务行业，比如说咱俩都是服务员，我为什么能做到主管？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姑姑是那个老板，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比你看得多想得多，所以我的服务更好，所以我的收入比你更高，这是决定的，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想跟我这样，比如说因为你曾经说过，你可能之所以跟我在一起，觉得我有才华，但是有才华的人就是敏感的人，这是你一定的。能写出歌的人就是比较悲观主义的，这是一定的。所以你既然这么决定跟我在一起的话，你一定就知道我身上有这种毛病。我知道你身上有这种毛病啊。对，所以你就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允许啊，我没有说。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也是在说，他们也会觉得说我事儿逼太事儿逼了，他们的观点是这个，没说你的不对。因为他们你说的太深奥了，我不能理解。说的好像就是他是那你看这个评论区80%都是向着你的，就这一个评论，他可能也没向着我，他可能是一个中庸的评论，恰好被你看见了而已。就被你读出来了，我才知道了。对呀，就是，其实你看他们就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事儿逼？因为他们没有想跟我在一起，他们想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想寻找一个就是不那么事儿逼的人。但是你们跟二把刀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会有其他的问题，就是可能二把刀比你们想象的还要不注重细节，还要儒雅随和。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他有的时候甚至感受不到别人对他的
就是比如说别人跟他说一个事儿，他其实别人没说的特别明白，他都不会往那边想。不能理解不是因为意味着智商不高，而是你不是这种人就无法理解。对，他比较幸福，没有说谁比较好，我没有说谁比较好。这个咱们今天聊的东西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敏感，因为我可能注定就是说是个敏感的人，所以我才会某一些地方要比他更就是怎么说，收获更多一点。对，你改变不了他，我也没有想着改变，就是我们会就是直播会分享嘛，就没有说想改变。而且其实我跟他说过几次，他其实在改变，他其实在改变。对，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这种敏感的人就是别人会觉得特别事儿逼，但是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敏感，可能我们会收获，也会有一些收获，烦恼也好，包括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反馈，其实就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说我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其实我就写不了歌，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歌都是臭矫情，散文都是臭矫情。就是包括那个就是你不臭矫情的话，你没有能量去把这些情绪攒成一首歌，你们能懂不？你们能懂不？就是你不是一个悲观主义，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能变成现实的一个能量。所以就是当然我们相对生活来讲的话，我们又是个怪胎，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你想跟平凡的人在一起，你就要接受他的神经大条，对。然后你要是想跟那个优秀的人，你就接受他另类，一定是这样，就是这个优缺点都很明显。是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可能我就没有这么多情绪，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动力，没有这么多想法，那我其实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了。所以我之所以走在前面，其实就是因为我想的很多，但这些想的很多又会让我，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第一次出车祸，我刚买了一个宝马，然后对面来了一个车，然后这个路非常窄，只能过一辆车，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技术不行，我要想办法就是让这个车先过去，所以我就因为那个路特别窄，然后后边已经有点堵车了，我就很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不要耽误到别人通行嘛，所以我一下我就拐弯，然后我就想先让他过，结果我就撞到路边了，然后我车就4万多块钱就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车祸。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是我车刮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出地下停车场，后边我看到有一辆车也要出去，所以我那个弯本来我慢慢过我能过去的，但我觉得后边的人可能我别耽误人家出去我就着急，我就一拐，然后就是马上要碰到了，然后但是我停住了，然后我就在那块挪了好几次，我就过不去，
因为你的角度已经不对了，而且你是新手，你那个时候你就身上都着急的都不行了，你整个人就发麻了已经啊，就是又觉得丢人，然后又怕人家就是下车就是问你怎么回事之类的，然后我干脆心一狠，叭一拐过去，然后刮了一个大长溜子。就我就是这种人，就是包括就是他开车，有的时候就是他开车特别的慢。然后就说你别慢慢悠悠的，人家后边在那块那个后边在那块滴滴你的，他说滴滴就滴滴呗，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很羡慕他这种，然后我又觉得我自己太他妈就是敏感了。我就想着我又没违反交规，我就正常在正常。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觉得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综合一下就好了。是。你知道我上次叫保洁，我就特别担心。为啥呀？我担心你怕保洁看咱们家太乱，你先让我把家里收拾一下。不会，但是你知道保洁有一个事儿，我就会，你知道后期保洁有个事儿，你知道，我是说什么呢？我是说，哎，这个保洁咱们以后就专门用它嘛，而且就是比平台上要节省嘛，所以你加他一个微信嘛，我不这么跟你说的嘛。但是你临走之前就跟我说老公，那个我加他微信了，但是他那个没回我，你让他再加我一下。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又开始敏感了。我是让他扫的我，不是我扫的他。对。他没扫上，他就是。对，你知道，大家能听明白这个事儿吗？就是我让二把刀加那个保洁，我说这保洁以后我们就用它吧，因为平台上可能更贵，然后这个私底下找他可能会便宜点，而且。保洁用同一个会比较安心，会觉得说，哎，他打扫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我就让二把刀就是加他一下微信，二把刀可能就扫了这个保洁的微信。他扫我，不是我扫。好，对，你就让那个保洁扫你微信了嘛，啊，然后紧接着他就着急出去，等路上的时候他说，老公啊，那个他那个。我让他加我了，但是他好像没扫上。我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就是我这个人过于敏感嘛。我说啊，没事儿没事儿，能不扫就不扫。其实我是在想说，这个女的可能，不想加，但她就没感觉到。她说，等会你再让她扫我一下，你知道吗？这就是咱俩的不同。他如果不想加，是我扫他的情况下，他可能不想加。但是他扫我，他就是当着我面他扫你，可能就是假装就是没扫上，或者说扫上了，人家不想加嘛。不会，他说那个叫什么什么名字的，就是我，他都跟我说了他微信名字。你知道我为什么分析他不想加吗？为什么？因为那个保洁是个女的，大概30-40岁吧。然后呢，她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俩光着膀子，你知道吧？我俩光着膀子，人家保洁30-40岁的一个女的，然后我俩光着膀子吓着了，因为对吧？你正常一个女的，俩光着膀子的一个中年男性，然后人家会觉得就是很害怕，包括他干活的时候，我都觉得他非常不自然。对，然后我就说，那人家可能就是不想加嘛。我说没事，人不想加。然后你知道，就是不想加之后，我就说那不加了。不加之后，他回来了。他回来之后，然后那个我俩是在那块研究什么呢？我俩在那块研究就说那个什么东西啊，说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是。我说你把那个东西收起来呀，就我说你把那个旺旺雪饼收起来呀，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保洁就看着咱俩偷着乐，你知道吧？你没关注他的表情，我让你说，我说你把那个东西也收起来呀。然后那个保洁就在那偷着乐，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由害怕变成了磕 CP， 或者说就是他看出来你俩是一对儿了，所以他在那偷着乐。我说那他肯定不会加了。他后来加没加？加了呀。对，就是真的，
因为我会很注重细节。对，人家磕 CP，人家为啥不回家？不是磕 CP，他就是一下就明白了，说你俩好像关系不太正常。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人可能更不回家了，家就家了。这个小船和木头，你不用在那块问什么东西，啊，你不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看直播你就看，啊，你不用发表言论。你是什么星座的？你好像有点脑子有点不好的星座，天，在那块人家不搭理你，还在那块说，你告诉我好避雷，你放心，没有人会看上你。你别觉得说你在直播上有人看上你，你现实当中如果说有人看上你的话，你不会在我直播间浪费这么长时间，你早就出去约会了。你别管了，我没法不管。你在我评论区里你就碍眼了，你有点啊，还避雷，你能找着什么样的呀？你真的你就是，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真的高估自己了。我们这种星座不会看上你这种没脑子的人。哎呀，你别避雷了，你有吗？你还避雷啊？你说的星座，我也说的是你的星座，你别在那块就自以为是了，你告诉我呗。就是你到现在你都赖皮赖脸，你有点啊，这种星座咱不能要，再说了，现在谁信星座呀？傻缺才信星座。老公说得好，还在那块避雷，哎呦我的天，真的我都，你现在你要找着对象，你起这名都没人看得上你，还小船和木头。你是啥跟我有关系？你在评论区里，人家我的粉丝就能评判你，对不对？对不对？你有啥什么避雷不避雷的？别在那块儿，好像有人抢着要你似的。看不上无所谓，那你别招人膈应啊你！啊，好好的吧，你争取做个人。是不是？哎呀天，还避雷！好像就经常有的人这个啊，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个东西避雷，我心想你买得起吗？你这还避雷啊？你别好像咋回事儿似的。还是二把刀好看，咋的呀？让你选上了，这俩你哪个你能掏上咋的呀？你别在那块比较，跟你没什么关系。还挑上的。还挑点拣拣的事，人就是来直个播，完了你们还评上分来了，哪儿的评委老师啊？我们又没来选美。我告诉你，我再不好看，是他千挑万选的，坚定不移的，能被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坚定不移的选择，说明我的含金量更高，对不对？哎，你别说话了你。喜欢叨叨你，那我还说我喜欢那个六呢，因为六刷的礼物比你们多，你们心里啥感受？对不对？那大家同样都是人，你还非得说出来，对不对？是，还我让你说啥呀？我没把你踢出去都算你厉害了，啊。耳朵那个中耳炎。那你那个鼻子手术要不要做了？
都过了半年了，拖的。别那假装关系嘛。我啥时候假装关心你了？我突然想到这个事儿。我今天在健身的时候，我还想这个事儿。哎呀，你这个事儿，我时不时我就会想起来。还上一次我们去那个香格里拉，有个事儿我还没找他算账呢。啥事儿啊？上一次我们去香格里拉，然后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民宿啊，其实老板吧，就是会包送那个火车站，就是它里边是包含送火车站的，但是呢，那天其他细节就不说了，反正那个老板就是那天就是没有车送我们，然后他就跟我们叫了一个车，但是我们是在香格里拉的那个商业街的后边，所以那个商业街正好就是有点堵车，就有点堵车，所以呢，就是那个车吧，就是在那堵着过不来吧。其实因为我们在香格里拉住了1天，然后就没睡着觉。其实那段时间在云南睡眠都不行，因为就是高反嘛，然后就憋的就睡不着觉，一睡着然后就呼吸不畅，然后就被憋醒了。所以呢，就是因为没睡觉，其实大家都有点急躁，就会觉得说说好来车来接送的，那怎么还不来呀？然后他们就在那块磨叽。但是因为我吧，就是我们一行3人，那俩人吧都有点磨叽，他和我那个朋友都有点磨叽。但是我因为我那天其实挺开心的，可能是。然后他就说他们就说怎么还不来？我说来得及，我说再等一会儿。人那个老板其实也因为就是没有车，然后也挺愧疚的，那个车也来不了，他也挺愧疚的。然后他俩就在那着急，后来2把刀就说能不能来了之类的。后来2把刀一声不响的就又叫了一个车，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拿滴滴叫了一个车，然后我不知道，他也没跟我们说。正常的2把刀都会说那个老公，那我叫一个车吧，他也没说，他就自己叫了一个车。结果呢，就又问老板，老板说那个车就在来的路上了，就在来的路上了。结果呢，他依然就觉得说这个车可能不太顺畅，就来不了。结果呢，就是来了一辆车，对，来了一辆车。我说那个老板叫的车到了，然后他们就是2把刀，他们就不上去。我说走啊，他们说就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车不是老板叫的。然后我也不明白呀，然后结果后边又来了一辆车，我说怎么2个车呀？哪个是老板叫的？然后后来我就看2把刀说有一个我叫的，结果人家老板叫的车已经来了，所以就把他叫的那个车就取消了嘛，就是马上到了，他才取消了，然后那个司机就非常不愿意嘛，在那块就开始就是也没有说的多难听，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怎么就是叫了2车呀，什么做个人吧，好像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说有点素质，对，有点素质之类的。然后我大概就猜到了，虽然他没跟我说，我就猜到了。那个民宿老板就不知道咋回事儿，民宿老板就说你说啥就怎么样的，就凶那个司机。我说没事，我说没事。我就跟那个民宿老板解释了一下，我说那民宿老板知道我叫车，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老板你这车还有多少就到？我又叫了个车，我这车马上就到了。他说你把你那个取消吧，我这个还有2分钟就到了。然后我才把那个取消的。我取消的时候，我叫的那个车，他已经在来的路上，就是我已经看到那辆车了。对，然后结果人家就不愿意了嘛，然后我就说没事，因为我觉得出门在外不要与人起冲突嘛，而且当地藏族嘛，就是会比我们还要就是更魁梧一点，我说千万不要起冲突，然后人就不开心了嘛。后来我就心想，我说
从来做什么事儿也会跟我言语一声，今天又不言语，然后搞得这么尴尬。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因为他不叫了一辆车嘛，等了好久没到，第二辆车又叫了，好像等了10分钟都没到。我说那我实在不行那也我叫一辆吧。来得及，我都跟你说来得及。我不是怕来不及吗？那谁知道后边还有多久呢？他那辆车，因为咱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你记不记得？等半个小小时，没等到车。等半个小时还有40分钟呢，40分钟肯定来得及呀、你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路上还有不是20分钟的路呢。那天就是因为是没睡觉，然后你们就是很急躁。我都说来得及，来得及。因为咱们去香格里拉的时候就差点没赶上车。那你也不要就自作主张嘛，你生活经验就在这儿。如果说真来不及的话，你记住了，是他们担责任，又不是咱们担责任。你真的就是起什么冲突多不好啊！人家还能再给你买3辆。为什么不能？你耽误了我的行程，你说要送的呀？你看你这整的多不好。那他按照平时来讲的话，如果说那个要是在哪儿的话，他要说的再严重一点，我就得跟他干仗，干起来那咱们不用走了，可能还会被群殴，一大帮藏族的人民就是开始圈踢我们。他经常惹事儿，惹完事儿了，然后我就发火了，我发火了，然后他在那块儿看着我发火，你知道吗？他经常就是捅娄子，你知道吗？我都是在规则以内，利用规则来处理事情。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就是平时就是不与人冲突，但如果说对方就是比较态度比较不好的时候，我是真发火的那种，我甚至就他妈抄家伙的那种人。但他呢是那种就是没事聊骚。聊完骚以后真打起来了，就说老公你刚才太 man 了，就那种，他就会很我都是利用规则来。你是利用我。你看我取消滴滴，人家也提示说现在取消，免费取消，可以免费取消。啊，那倒是。那都是用户的权利啊！你包括我让人家送上门，那也是我利用规则来处理事情。都没问题，都没问题。但是你生活经验，你就是要规避这些东西嘛。那谁知道会遇到这么多这种事儿呢？那你看咱们一般的，所以说就是你经历少。咱们一般的取消滴滴，人家啥也不会说，人家就直接就开走就好了。谁知道这人就这个样子呢？还骂两句所以出去玩你千万别擅作主张，你还是要听我的。大男孩，他就是没有社会，没有那个经验，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挺感触的。他说：“哎呀，咱俩在一起半年，跟你经历了不少事儿，去了好多地方。”我心想啊，就是还好吧，就是这些事儿也是蛮初级的，对，就因为他生活经验太少了。就是我20出头经历的东西，他还没经历，他现在都35了，就他是一个比较社会经验比较少。那啥经历呀？人家现在都是什么规则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老说规则，就是规则呀。那普通人处理事情不就是按规则处理吗？没有规则，这个社会没有规则。没规则，人家那个准时宝超时了不赔你钱呀。不是，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讲人情世故，讲那个情商。中国是这样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要规则，对。所以我俩就是完全互补的。我生活当中是那种表面上和实际上跟他完全相反，对。然后我看网上说，就是
特别相反的两个人是非常适合的。然后上面就举例说，一对情侣当中一定有一个吃的特别快的，一个吃的特别慢的。对。就咱俩吃饭是你吃的特别慢，我吃的特别快。那这跟合不合适有啥关系？不是合适不合适，人家说是情侣就会有这个。然后有一个惧怕冷，有一个惧怕热。那咱们俩都怕冷，都怕热。我怕冷还好，就怕热。图图比较有城府，你没有城，我不是有城府，我是出社会比较久，我15岁就出社会了，我工作经验有20多年了，所以你看他才毕业多少年？他2014、15年才出社会，可能比他10年的经验，多10年的经验。你的经验都是跟人打交道的经验，我的经验都是跟工作打交道的经验。我们那都是不需要人情世故的经验。怎么可能呢？你往上升肯定是需要人情世故的呀，你不可能因为你工作表现好的人就升你吧，还是对，还是要有人情世故才能往上升嘛。我们那儿部门就晋升无望。中国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但我觉得你想得多会很痛苦。但是我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与人相处的话，我还是觉得礼多人不怪，别人也是。就比如说别人要到我家带东西来，我觉得我一定会，我起码会觉得这个人有家教。啊，那我第一次去你们家，你说啥也不用带，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这个反应。因为那个时候没钱嘛。那再没钱，那300-400的东西得买吧。因为我妈知道咱俩用钱都是从我这出，所以我妈肯定会，就是会觉得很那个啥。那不一定啊。我妈早就知道咱俩的生活状态，所以你看，你花300-400买了，完了我妈肯定又会觉得说浪费这钱干啥，对不对？那可不一定。那我觉得，那我要啥也不买，你妈也会觉得啊，第一次来就空手来，就很没礼貌。你不带了油米面吗？那不神经病。买点实用的。她去我家买了那个。那也是你让买的呀，那谁我让买的谁第一次去的时候会带油米挺好的，面这这正经过日子人家。那你家里人也不满意？谁不满意啊？你跟我说的呀。没有不满意。你说那这过年的时候也吃不上用不上，说前2天刚买了，这又买了。没有，人家这才是有用的。你买什么理疗仪，买那个保健品，人我妈才不吃，我都知道我妈啥状态。行了，你不用说了，反正就是没满意，不满意。没不满意，有。他们还轮不到他们满意。胡说，你嘴上这么说的。妈呀！那我自己过日子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跟家里人处好关系，总比处不好关系强吧？那你处好，那你就没事给他买金子呀。你今天直播你多赚点，然后给我妈买那个10克的那个金项链，她爱死你，她能念叨2-3年，她都。我妈就喜欢金子，你知道吧？现在金子还降价了。我哪有钱吧？我妈见的那个黄金都不行了，你知道，这是60多岁的那个老太太，就特别喜欢戴那些东西，然后她还不敢放家里，你知道吧？她哪放哪呀？她就带着呀。不放家里，带的还不如放家里安全。因为你知道那个广东这边治安特别好嘛，所以家家都不是那么什么防盗网、防盗门之类的，都是很简单嘛。然后，他就觉得不安全，所以他不放家。他都带着，然后最近几年他就不带了，因为黄金涨价了嘛。
他带个那个假的那个玉，带个假玉。我说岁数大了就别带这些玩意儿。然后结果666现在降价了，900多一克。好幸福，人都开了。我姐脾气不好，我妈脾气好，就是我妈是那种就是我妈就好像就是很孤独一样，我妈见着谁就拉着谁聊天儿。对，我都不敢看你姐。对，我姐是脾气不好的人，但我姐就是就觉得小大夫巨好，我觉得小大夫怎么这么好之类的。小大夫给你姐买啥了？没买啥，他就觉得他可能觉得小大夫很有文化不知道，就是对小大夫，就是因为我姐好像对我的朋友都就是挺喜欢的，就是他会觉得我的朋友跟其他人都就跟我哥的朋友不太一样，我哥的朋友我姐就怎么都看不上那种，对。但我妈就是对谁都一样，就告诉我说，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别花太多钱，这现在那个男女的婚姻都不稳定的，更何况你们这些，咋就会说这些东西？哎呀，就会给我分析，就说哎谁跟谁一辈子呀，就天天给我灌输这种，老太太特别怕那个我的钱被骗光之类的。他觉得我是恋爱脑，因为就是给小大夫买车的时候，我真的没想到，给小大夫付首付的时候不付了10多万吗？然后我跟他说了，我妈说，就是我觉得我妈已经开始准备长篇大论了，但我妈克制住了，我妈说，你愿意就行，就这样。但是他后边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怎么了，就是我跟小大夫分了以后就说，完了吧，分了吧，你看当时还给他买那么贵车之类的，就该磨叽了，他就开始磨叽了，就是那样。我妈其实算是开明的，但我妈其实掌控欲比较强。我觉得我哥就是被他掌控欲特别强的那种结果，变成我哥就是，哎，我洗没洗澡？算了，跟橙子出去不用洗。没洗。你洗了吗？我洗了呀，我见完人我肯定得洗澡。算了，跟他出去不用洗。那他估计就吃那个酸酸辣辣的那种地方。橙子不在乎这些。图图给叨叨送啥？啥也没送过吧？送了个耳机。200-300块钱。600吧，我记得。那破耳机600？是吧？那400吧还是600？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400就是600。我记得200-300呀。200-300。对呀。300吗？那是？我记不清了。那么便宜的就是那么廉价的东西，怎么这么贵？那哪里廉价了？一个3星的，一个2代的。3代的。咋不也送个车？没钱呢。这个。那个车也是相当于给我买的。这个叫熊二来了，你出点呗。你今天给我刷个礼物，然后我都给200刀。你给我刷一个跑车吧，然后我给他买一个真的跑车。熊二来了，你别装死啊！点你呢。
啊，你也没有钱，那你叭叭啥呀？我还以为你有钱呢，我还以为你给你对象买了啥呢，原来你啥也，你连对象都没有啊！你叭叭啥呀？你叭叭叭叭的，还以为你多有本事呢，你叭叭叭叭的，啥也不是，你就闭嘴，还以为你多厉害呢，你叭叭啥？巴拉拉伊，就是什么巴拉小魔仙不是巴啦啦尼亚，不是你这是啥呀？巴拉伊，哎呀忘了。感动常在说图图等有钱给叨叨买个房子吧，你给买呗，你这么会安排，你再给我买一个。你们天天在评论区里就是会安排的，来你给我买一个。你自己都活不起了，那你就是那个别用流量看直播了，出去玩吧，你这么会安排，你给我也安排一下。我就转交给那个二把刀。天哪，啥也不是的，哎呀，我都懒得拆穿他。啥也不是。就是，天安排这安排那，我老公对我好着呢。你没用流量，哼，舍不得。我老公管我吃管我穿的，现在掉到金主。他不叫你老公吗？是啊，他叫我老公，他没要，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替他要，你是他姐呀，还是他奴婢呀？对不对？他管我叫老公，他没要，你要了，你管我叫爹了吗？还是你管他叫妈了？安排啥呀你？感动常在，你可别常在了，你。常在这里惹人笑吧？你你减少存在，你没事别来。在骂粉丝，这叫粉丝啊！在这块就是没屁割了嗓子，这叫粉丝啊！你们管这叫粉丝啊？有的人可能都没关注我。啥叫粉丝啊？黑粉也是粉，屁嘞！有的人就是写没屁割了嗓子，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买房子这个事儿吧，我会觉得说不要买，因为我现在给别人买房子基本上都是付个首付，房价还跌，这坑了他。就是我跟那个前任在一起，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他妈跟那个房地产中介那个他妈串通好了一样，我俩他妈卖房子似的。现在有房贷吗？有。叨叨没有房子吗？你有吗？我没有房子，我们家房子也被拿去抵押了。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现在没啥没有。你也没有啊，图图能骂你吗？最蓝的天，你想，就是我看看你啊，我怎么骂你？揭阳的，你多大岁数？最蓝的天，你多大岁数？30。30，不上不下。
年轻还行，你现在你也不年轻了，哎，这个岁数都招人烦，是不是老公？就是都不像你35， 35。哎呀，直播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放松。92年的，我们91年的嘛，我之前觉得93年是很年轻，后来仔细想想，93年就比咱们小2岁而已。我堂弟93年，他都在广州买房子了。广州买房子是一个标准吗？是？这很厉害啊，一线城市啊。然后呢？会觉得很厉害啊。所以你的目标是在1线城市买房子吗？不是。就是你会觉得在1线城市买房子很厉害。对。那如果说在郊区买一个独栋别墅和在1线城市买个老破小，你会选哪个？那肯定别墅啊。就是这个别墅可能就是以后也卖不出去，然后特别偏远的农村。特别偏远的农村。对。那得看偏到啥程度吧。就是生活有基础的保障，就是有超市什么的，但是不值钱，这个别墅可能也就值个30-40万的这种。30-40万的别墅，有这么便宜的吗？有啊，农村自建的那种。哦，那得看你是哪个农村。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还得看。那肯定得看呢。那不人家不说还是奔价格去的呗。人家不是说了，房子看的就俩字儿，就是地段啊。那地段也买不来幸福啊。地段好，那就是周边配套好，就是幸福。好，那如果说在惠州150平的那个大平层和深圳100平的那个楼房，你选哪个？肯定选深圳呐。150平跟100平又没有拉开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150平的那个大平层里有我，然后100平的那个深圳的房子，咱俩就得分手，你选？那肯定选你啊！你就是假，你脱颖而出、脱口而出的就是那个深圳，你就是想休了我，然后白嫖一个房子，神经病！你就是奔价值去了，你想着说跟白羽兔分了也能卖不少钱，100平至少在深圳能卖个300-400万。屁！我说那个100平房子好，就是为了卖它呀。对于我而言，我之前也可能会觉得说1线城市好，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小城市更好。我不觉得1线城市好，1线城市真的拥挤，然后生活质量不高。就比如说你去一个就是广东的排3、4、5、6、7名的这种，我觉得都挺好，生活都挺便利的。图图的房子可以，其实阿尔刀他是一个天秤座嘛，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权衡过利弊。调查得很清楚。我不是金牛吗？对啊，金牛。傻子才说星座，我们开玩笑的。谁会
谁会调查谁呀？你再说我真的我再普及一下，我再跟大家普及一下，法律上哪怕是别人送给你的房子，哪怕这个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儿，但人家想要回来就可以要回来。所以跟有钱人在一起，不要要那些没用的东西，因为人家可以要回来。你跟有钱人在一起要的是，比如说二宝他跟我在一起，他不应该找我要房子要车子，他应该说老公，我想去读这个学校，去读一个小语种，或者说我想去见见世面啊，其实这个是能留下的。哎呀，前2天说是要考个什么教练证，都没有反应他，还说去读个什么小语种呢，那更别想了。你考什么教练证啊？你这3分钟热血，而且我能让你去当教练去吗？你不说万一以后自己开个健身？那我陪你一起呀，我陪你一起去考。你都考不了，人家要做5个引体向上，你能做1个？你等我10年吗？但我刚才说的没有骗大家啊，就是在法律上赠送的东西是可以要回去的，只要证明就是你付款的，啊，就是你都可以要回去的。所以跟别人在一起吧，尽量，就是我真心就告诉大家，就是要那些东西其实没用，人想要回去就要回去，啊，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比如说你要找别人投个资，我觉得是 OK 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就还好，人要不去，对，但你要房子车子，我觉得会要不去，而且就是以你们的脑子，你们玩不过有钱人，你是不是不饿呀，宝儿？啊，那我们7点。都行，现在去也行，然后我也可以吃一点儿，就是主要看他的时间了。他也不饿，我寻思咱俩吃的太早的话，你等会儿又饿了。粉红色的熊好帅。7点钟出发吧，7点钟在那儿见应该来不及了。好的，7点出发，7点半左右能到我。
我们才不吵架呢，我们都是吵给你们看的。我们俩私底下睡觉的时候都要手牵手的。前两天我那个指甲都破了，他就还握着我这个指甲，然后我就甩开他，他就觉得就是我又生气了，其实不是，说指甲那个前两天那个切肉的时候把这个指甲削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人。那谁能想？谁握手牵手的时候还能想到这个层面呢？你没发现我最近有点母了吗？拿东西的时候都这样拿，就是洗澡的时候我都这样洗，这是。姐姐来的，娟儿姐来的。老公，老公你严点。老公，怎么了？给我打洗脚水去。自己冲一冲不行吗？顺便把鞋冲一冲。哎呀，没味儿啊！你这新的当然没味儿了。白天吃的啥呀？饭。白天吃的那个牛肉不好吃番。茄，你不是好吃吗？牛肉不好吃，牛肉有点，血水没整干净。那你给我吃。我以为你爱吃啊。你不知道我都不吃生的肉吗？这牛肉肯定熟了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股这个肉的那个味儿。牛肉有个肉味儿。对。还给你吃牛肉也他妈错了。他妈的，我那个番茄鸡蛋炒牛肉盖饭，完了我把牛肉都挑给他了，完了他现在又埋怨我了。就是我觉得番茄鸡蛋放牛肉的话就有点不搭，就是我觉得番茄鸡蛋就还好，番茄鸡蛋，因为我觉得番茄鸡蛋它就是牛肉的那个就是那个我怎么说呢，就是就反正不搭，因为番茄牛肉是属于清爽的东西，然后牛肉是就好奇怪啊，炒猪肉也不会好吃啊。是。我的那个冲鼻子的那个东西呢，你有见过吗？我没动你那玩意儿。找不见，我记得在镜子后边放的，没有。啥我也没敢动啊。啥可以没干？你的东西我都不敢动。谁？土豆现在对二把刀冷淡了，一直其实都这样，没有冷淡或者说变更怎么样。现在会觉得说有下雨，咱们得开车出去。肯定得开车。
也是一点不吹牛掰好啊，怎么一点？什么时候更新作品？有投资就会更新作品，现在没有投资。深圳每天都下雨吗？现在我们没在深圳，我们是在惠州。就你们天天看直播，就是有的人他看直播，他表面上看你直播，但是他不经常看，他觉得你在深圳，我早就不在深圳了。还有的人说二宝堂是学新闻学的，我专业里有新闻学。大暴雨，这边也下了一天了，但是我现在就喜欢下雨，凉快，要不然你不下雨老热了。你台湾呐？香港？西北啊，西北应该很冷。我这两天吃钙片吃的就是我牙酸酸的，就是有点咬不了硬东西了，那它太酸了可能是。那你别吃那个。你牙也不好了。就我吃酸的就这样，前一段时间就咱们在那个北海吃的那个酸野，我也是那两天吃东西就觉得酸倒了都。我今天还没吃呢，维生素。那啥呀？那是褪黑素。那这个咋在外边呢？在这里放的。我说咋多了一瓶？护牙，就是过敏，就是我觉得敏感的东西我都吃不了，但是我很爱吃酸叶。哎，不就上次第一次吃吗？没有，之前也爱吃啊，就是特别那种没熟透的李子，加上那个就是辣椒面儿，我的妈呀！不是很懂，我就觉得特别奇怪。而且苦，你知道吗？没熟的李子是苦的。又酸又苦，然后又他妈那个咸。那个木瓜我都觉得有点甜了。你喜欢吃苦？不是，就喜欢酸的。我喜欢清爽的，清爽的酸。我小的时候就吃那个没熟透的李子和杏，因为我们那边就有杏。你俩谁是一？听不懂。我小的时候。就家里没钱买那个水果嘛，然后那个时候邻居家就有那种，就是一棵好像是李子树，然后没太熟，然后我们就偷人家李子，然后我跟我哥俩都就特别馋嘛，小的时候特别馋嘛，就偷人家李子，然后。就觉得说偷完了别人也不知道嘛，对，不知道。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傻呀，你知道吗？吃完的李子就是边吃边把那个核就扔在路边了，扔在地上了。然后人就根据这个核，就那个路边的那个核找到我家了，说你家是不是偷怎么样？然后人就说他妈一路上跟到你家的。我说哎呀，而且还是邻居。唉，
对，邻家家的李子，我们那个时候还有沙果，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沙果，都开始流口水，就很酸嘛，这个东西很酸嘛。沙果也巨好吃，沙果是啥东西啊？多大呀？这么大果，然后它就有点像小苹果一样，然后它要是酸酸甜甜的沙果，很好吃。然后现在就是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糖心儿的，就那个沙果里边糖分太多了，所以一咬那个都是糖，但它是酸甜，它不会特别腻。杨梅啊，杨梅我吃不了，就是表面上那个带那个小口的那个，我都吃不了，因为我觉得那里边全是虫子。杨梅是个那玩意儿，啊？表面上有很多小细孔，里边钻虫子的那个。杨梅不是那个紫色的？对呀、哪有小虫子？哦，我说的那个是桑啊，那是桑葚，杨梅紫色的这么一个圆圆的。那也不行，它那个表面上就是有那个东西。啊，说是有。对，有小虫。但是那些虫子吃了对人体无害。对，听说是无害。挺害怕的玩意儿。我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宝贝？你最爱吃的水果？西瓜。他不爱。西红柿。哦，那个香瓜，我想起来了。但是这都是你爱吃的。你是自己说你爱吃香瓜呀？我给你5秒钟时间，我说完你肯定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而且我跟你说过桃4、葡萄3、2、1，评论区里头他妈有人知道啥呀？啊，山竹啊！我是不是以前经常给你买山竹？我怎么可能会不记得呢？就是你问的时候，我肯定不记得。还他妈桃、西红柿，西红柿是我爱吃的，香瓜和西瓜、桃都是你的爱吃。你说你爱吃香瓜啊？你之前说的。你狗东西，你最爱吃的是香瓜和西瓜。我那是叫甜瓜，那不叫香瓜。西瓜一般，就是我最爱吃的是山竹。那我以前是不是经常给你买山竹？所以我知道，就是你一问我不知道了，就跟那个成才一样。那6个字我就一下没想起来。不抛弃，不放弃。但是他总在抛弃和放弃啊。对。枇杷我吃不懂，就是枇杷我不懂是什么是好吃。樱桃我不爱吃。然后我看过他们吃那个生地瓜。啊，我们那也吃生吃红薯。我不懂。我记得是在那个山东那个泰山吧，然后路边就有卖那个生地瓜的。我说他们爬山为什么吃这个东西？我们那方面也吃生的红薯。他们还有吃生茄子的。茄子我真，我知道有人吃生茄子，我们那也有。怎么会有人吃生茄子呀？但是我也不吃生茄子。荔枝我家有荔枝树。什么时候出去吃饭啊？现在就可以了。我们7点出发，我们还可以聊10分钟。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我们小的时候就是3个水果，也不另外一个也不是水果，
一个是黄瓜，就是那种旱黄瓜，一个是那个花皮球柿子，还有一个你猜是什么？小时候吃的3种。你没吃过，你肯定没吃过，甜杆儿。那不是甘蔗吗？谁没吃过？我们那个叫甜杆儿。甜薯杆吗？对，我们也叫这个甜薯杆，我们叫甜杆儿。我们叫甜薯杆。小的时候就这3种水果。啊，甜杆儿每次都是什么玉米杆儿？谁吃玉米的？甜薯杆是高粱杆儿还不是，它就是就是甘蔗的一种。啊。它跟高粱也没关系，但是它们应该属于同科，因为这都是园子可以种的。柚皮呢？啊。那小的时候还是我其实小的时候最爱吃的还是杏。杏我也爱吃。你现在爱吃杏吗？爱。哎，那我买点那个小杏，特别小的那种杏，特别。买大杏、小杏都行，有的特别大的那个也很好。那小杏特别对。30多块钱，因为我怕你不吃，然后我怕买完了我也烂了。我爱吃那种甜的，我不爱吃酸的。是你买那个熟的就行。但估计你买的都是生的，生的得放几天。放就好了。特别爱吃杏。现在没下来呢，下来了，有的地方下来。有那个，我前2天在拼多多上看到了，卖那个新疆小杏的。草莓我不喜欢，草莓很少能让我吃到特别甜的，因为其实北京是冬天特别爱吃草莓和樱桃，就觉得冬天吃草莓和樱桃就是特别有钱，或者说就是特别珍贵的水果。我其实这2种我都不爱吃，然后每次他们冬天买很多，都当个稀罕玩意儿，我都不觉得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山竹，然后再是杏。然后其次的就是什么西红柿啊、葡萄啊，就我们东北人就是没见过山竹，我都是15岁以后才，18岁以后才见过山竹，然后吃到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天，绝了！我喜欢的都是我以前经常吃的，我都很少喜欢那种我以前没吃过的东西。绿色的香，我还爱吃绿色的柿子，就看着跟没熟似的，但是熟了，就那种品种的柿子特别好吃。上次你还给我买了。那个小的。其实我们东北是大的，但是你那种小的应该也是同品种的。那个小的是上次在那个河源，你记不记得？那个楼底下那个水果超市里，我买了1箱。咱们怎么去河源了？你忘了？跟那个谁，跟程程。那不是河源呢？哦，清源，哎，就是河源。不叫河源，那个是人家河南那边。就是河源。叫济。哦，叫济源。济源。济源。河源是广东。济源叫济源，咱们去济源那会儿我买了，你说好吃，然后我就在拼多多上买了。我们是那种菜的那种柿子，然后也是绿色的，然后就是上面长伤疤的。脆柿的吃不了，脆柿的我觉得特别难吃。叫贼不偷啊。也有，但是好像比一般柿的要贵。
确实好甜呐、它那个柿子味儿特别重。现在的那个超市买的柿子就觉得，哎呀，啥呀？上次看了个小鸡是在那个直播间看到的，也好贵，就没买。 7点了，再等5分钟。因为现在下雨，我们就是如果开车出去的话会堵车。柿子是指西红柿吗？偏水果的柿子吧。柿子就是西红柿。我们吃的都是偏水果的，然后都是沙瓤的。我们那儿说的柿子是那种就做柿饼的那种。啊，你们说是树上结的。然后我们说那种柿子就是西红柿，就叫西红柿。但我觉得那种柿子冻的我也能吃。我不爱吃柿子，我不爱吃那个。说涩嘛，说那玩意儿涩，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吃。冬天跟着那个冻梨一起吃。柿子我是不爱吃。他说的柿子就是指西红柿，他说的柿子。然后小的时候我最爱吃的菜是那个豆角，油豆角。油豆角？对，也不是油豆角，反正就是那种扁的。对，那豆角特别爱吃，就是放点肉，然后一炖，我的妈呀！那个炖五花肉，然后加对土豆对吃。对，特别好吃。长豆角我不爱吃。长豆角做那个蒸面条好吃。嗯。我就爱吃。我最爱吃的就是蒸面条。我妈每次我只要回家，我妈就给我做蒸面条吃。是她过年的时候，这她妈给她做的蒸面条，大年初2。就因为这，我们爸跟我妈还吵架呢，说谁家过年吃蒸面条啊？我妈说我妈说俺儿子想吃呢。这就算吵架呀？对呀，1年不回去1次呢。然后我爸说谁家过年吃蒸面条啊？这有啥吵的呀？你想吃啥吃啥。对呀。现在没有规定说过年一定吃啥了，包括我，你知道我家之前就是说啊什么20几做啥，23做啥，24做啥，就要求很多，包括什么不能洗澡啊之类的要求特别特别多。但是你现在你让我1天不洗澡，我就疯了我都。你不洗澡我也得洗头啊。我们那儿反正现在没啥讲究了，都是我想要干啥就干啥。没有那么多说法。对，南方没什么规定，北方事儿多。南方好像就是我们真的容忍不了，就是年夜饭，大家去别人家吃，我就其实不理解。就是南方有是这样的，就是年夜饭的时候，然后去别人家吃，我其实不理解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哎，不一样，而且我就觉得南方其实过年的年味儿没有那么重，大家吃个汤圆，然后吃点鱼啊，吃点那个海鲜呐，就过。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还得蒸馒头，然后还得什么挠皮冻，然后还得什么那个，哎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年夜饭，我的妈呀！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接触了一个就是那个安徽的，然后他过年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聊。我说啊，过年为什么会无聊？因为亲戚都会很多嘛，然后包括就是事儿都会很多。他说哎，在家待的，然后家里人也不说话，特别冷清。然后我说啊，你们安徽是这样的吗？他说好像他们那边就是这样。穿上新衣服。
今天穿的这个，明天健身还能穿。这怎么像个内衣一样呢？好了，我们出门了。老公，给我拿一双袜子。哦。不行，我觉得，因为我脚出汗，然后我不穿袜子，我会没有安全感。而且我要开车，我得穿鞋。我要穿拖鞋的话，踩刹车踩不好。而且严格意义上，交警就是穿拖鞋不能开车。是吗？嗯。好像科目1有说过。咱们要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做一个好表率。那表面这么说，实际上私底下偷偷的开。我不信，我就是穿拖鞋，我就是不会。你这是表里如一的人。你才是婊子。我说你表里如一。啦啦啦啦。我以前这款衣服，以前它有那个白色的它就属于那种半透明的。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就穿这个衣服，就穿那个白色的，它其实能隐隐约约能看到你的那个里边的毛，然后我就天天穿那个衣服去上班，然后那个我们一些同事就在背后讨论啊，他是不是 gay 呀？就说啊，他怎么穿这种衣服，他是不是 gay 呀？我操！然后我那会儿就没发觉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穿这个衣服特别特别凉快，因为它是速干的，而且特别薄。然后那个，然后，同学，哎，关闭客厅空调。小帅，然后就是直到有一次我健身，就是然后做有氧，然后全湿了那个衣服，然后我就看到我操，真的是很透，然后从那之后我就上班我再也不穿那个衣服了。老公下播吗？下呗，下不下都行。好，我们下播了。